交出神火珠，老夫或许会考虑让你死得痛快。做梦！啊！愚蠢！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生。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一定会保护好父亲，保护好。我还没死。哎，头好痛！这双手为何如此年轻？这里是天河湾聂家，难道我回到过去了？我们虽是习武之人，但也要好好学习知识，做个明事理的人。是，父亲。那是山岳剑。山岳剑是父亲在我16岁那年送我的成年礼，这柄剑在此，就意味着我现在已经16有余。糟糕，是真阳之体的先兆。但对于烈阳真火诀来说，这是极好的养料，只要将它们全部炼化，体内的真气便会大幅度提升。聂天红，是父亲和二叔的声音。你当真为了一颗寒阴丹，把黑石岛矿场变卖了？是，简直荒唐！黑石岛矿场一年给聂家带来多少收入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更何况黑石岛矿场是家族产业，你凭什么变卖？就凭我是聂家家主，当年我抄底价买了黑石岛矿场，这些年赚的钱早已超过本金数倍。如今这买卖，聂家只赚不亏。况且风儿需要寒阴丹，所以黑石矿场我必须卖。你这是为了儿子，置整个家族利益于不顾啊！聂风他就是个无底洞，你救得了今天，救不了明天。等下次聂风热毒再发作，你是不是又要去变卖家财了？那是自然，为保风儿性命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。而且聂家的家财本来就是用来救聂家子孙的，不是吗？父亲，你如此行事，有何资格再做聂家家主？我要去家族元老那儿弹劾你。请便。父亲刚刚变卖了黑石岛矿场，看来现在距离年末族会还剩3个月的时间。我必须在这3个月之内，拥有挽救聂家的本钱。风儿，你醒了。我还以为若没有阴寒宝物调和你体内的热毒，你会一直昏迷不醒。没想到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爹。对了，风儿，快把这颗寒阴丹服下。它可以抑制你体内的热毒。爹，我已经没事了。莫不是这孩子听到了我与二弟的谈话，怕我为难，所以才不肯吃这寒阴丹？风儿，你不必在意他人看法，我才是聂家家主，就算分家，我也能得到1半家业。而你身上的热毒可耽搁不得。爹，其实刚才在昏迷的时候，我似乎听到了天人传音，他说我是真阳之体。体内的热毒其实是真阳之火，需要修炼至阳武功才能化解。他还传了我一套至阳功法的口诀，我照着练了一下，现在已将体内的真阳之火全部炼化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它会发作了。以往风儿的热毒发作，若没有阴寒宝物调和，
从没有主动醒过。现在风儿不但主动醒来，而且看上去并无异样，难道真是天人相助？爹，这套功法口诀并非凡品，不如我现在就传给你，你也修炼这门功法。万万不可！那位天人上尊能传你功法，已是天大幸事，你切不可乱传他人，否则天人一怒，顷刻间便能将聂家夷为平地。关于此事必须保密，更不能泄露功法给任何人，包括我在内。好吧，看来功法一事只能日后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为了配合那门功法修炼，那位天人还传了我一个药方，我已经写下来放桌上了。百年草屋，百年川屋，百年火屋，这些都是阳属性的珍贵药材，加起来便有数千两银子了。这些药材虽然贵重，但只要有助风儿修炼，1份2份不打紧。没问题，你要多少份？我需要10份。10份？10份？10份下来就是数万两银子。至于寒阴丹，是急于给风儿救命才不得不高价购入的。没问题，我来解决。10份，便足够我修炼1个月。1个月就要消耗一座黑石矿场的价值，聂家再有钱也消耗不起呀。我先给你弄10份，剩下的1个月后再说。曾经，我12岁便产生气感，后来仅用1年，便修炼出第1道内息。也是在那时，体内的真阳之火爆发，将内息烧得一干二净。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体内真阳之火越来越强，父亲救我的代价也越来越大。记忆中，在父亲变卖黑石岛矿场的后几日，二叔便在族会上弹劾了父亲，最终家主之位旁落。我儿子，哪怕我倾家荡产，也要救你。现在我的真阳之火威胁已解，父亲的家主之位就不能落于旁人，必须想办法再加快修炼速度。红儿，我把那颗寒阴丹卖了，给你买了10份药材。你好好修炼，后面需要的我再想办法。你赶紧把药收好，我跑了一身汗，先去洗个澡。爹爹，这元阳药液第一次服用的时候效果最好，再往后便会随着服用次数的递增而弱化效用，所以我只打算用10份，没想到爹他竟然买了13份，这恐怕得多花上万两银子。也罢，这多出的3份日后可以给爹用。不对，黑石岛矿场的事还没结束，现在又花了几万两银子，看来明天得帮一帮老爹，家主之位绝不能丢。大功告成。元阳药液果然好用，烈阳真火诀的修炼速度足足增加了数10倍。
还真是幸运，若不是大伯不计代价的救你，估计你的坟头早就已经长草了。你也比较幸运，否则你会和他们一样，只会跟在别人身后，哪有资格跟我说话？聂风，你别太得意，你的好运将在今天终结。今天过后，我父亲就会成为新家主，而我也会入主聂家主府。那你怕要失望了，你进不了聂家主府。你说什么？还想赖着不走吗？你不信，就过来瞧瞧。聂天红，身为聂家家主，为救儿子聂风，多次动用家族钱财。就在前几日，他变卖了家族产业黑石岛矿场和东湾坊市，给家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。后来，他还带着数万两银子跑去清玄城，结果却只带回一个破布包。我敢断定，那包里绝对是治疗聂风热毒的药物。各位元老，聂家家业虽大，可再让聂天红这般折腾下去，聂家迟早要倾家荡产呐！我认为，他已经不再适合做家主了。而我，聂天泽，愿意主动请缨，成为新任家主，为聂家的发展做贡献。天泽说的没错，再这样下去，聂家的家业迟早不保。哎，确实，天红实在不该啊。不如先看看大长老什么态度吧。唉，天红，聂风是你儿子，你救他我能理解，但他的热毒是绝症，你将这些钱财花在他的身上毫无意义。你父亲将家主之位传给你，这么多年你也足够努力，论实力你是聂家第一人，这些年你对聂家做了不少贡献。只要你答应，从今往后不再把家财浪费在聂风身上，我就同意你继续做家主。说起来也的确呀，天红除了在他儿子这身上犯糊涂，其他都一直做得很好。是啊，糟了，如果聂南天站在聂天红这边，肯定会有不少元老倒向他们，到时……首先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儿聂风的热毒已经解了。长官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聂家与私家一直不和，两家后辈也互看不顺眼，一年总要约着较量几次，而且基本都是约在我们望海楼。这不用担心，他们两家都是清河湾的大家族，后辈相斗自有分寸，就是争口气而已。哎，还不赶紧去招呼那些来围观的客官进殿呢？好嘞。又是聂家和私家，这个月都第几回了？是啊，他们也不嫌累。司晨兄，你打算怎么比？老规矩，第3场。你们昨天坏了寇少爷的好事，今天必须有个结果。如果你们聂家输了，就由他来向寇少爷敬酒道歉。你休想！那就是你们聂家对自己没信心呗。那还比什么呀？聂云，你直接认输，向寇少爷磕3个响头赔罪，这事情就算了，怎么样？我要他磕10个，不，磕100个，本少才会消气。这什么情况？那不是寇少爷吗？他怎么也在？寇少爷，看来啊，今天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喽。寇少爷说了，你得磕100个头，是比试还是直接磕头？你自己定。大哥，比就比，我们聂家后辈不输私家，就算败了，大不了我去给他敬酒赔罪。傻鸟，
比就比，怕什么？嘿，你以为我不敢呢？有种你就上场啊！好，比就比，第一场我来，你们私家谁出战？我现在的修为是开脉境巅峰，已经打通任督二脉，而在私家后辈中，修为最高的司晨雄还未打通督脉。论实力，我在司晨雄之上，第一战应该万无一失。我来与你一战。我从没见过你，你不是私家之人。在下司晨风，我来与你一战。啊，不对，私家没有这个人，一定有问题。聂家这一战，我来。聂风，聂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聂风，你刚刚说这一战让你来？对，让我来。逆风，你虽然运气好，打败了我，但最好不要在这儿逞能。聂风，我从没听说过私家有这号人，暂时摸不清底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大哥，他叫寇云峰，和你一样，开脉境巅峰的修为。不过他的春风细雨剑法造诣颇高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哦，你认识我？我不仅认识你，还认识那个废物。这个小白脸叫寇玉，是寇家主脉子弟，只是内息境，而寇云峰你就比他强多了，只不过你是寇家支脉子弟。这次来清河湾，你只能听这个废物的。你才是废物，你们全家都是废物。再说小白脸怎么了？是你们家面粉了？我们才来清河湾不久，和外人也没有接触，他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。哎，云峰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收拾他！快斩断他的手臂，让他变成真正的废物！司晨雄，今天是我们聂家和你们私家的较量，你拿其他家族子弟来浑水摸鱼，恐怕不合适吧？要战，就让你们私家后辈来战，这恐怕由不得你们。春风细雨，阴风13剑，他果然是高手。逆风，你已经突破开脉境了，而且还开了2脉。10天前，聂风还只是内息境，现在竟然已经开了2脉。我去，这是突然开窍了吗？天才，刚解开热毒就开了2脉，还变得这么厉害。天才都未必能这么快吧？我看是修炼怪物还差不多。真厉害啊！不是吗？这也太让人羡慕了。聂风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吗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废材变成天才，难道他们聂家得了什么天大的机遇？只是2脉也想胜我，可笑！春风不灭。细雨绵绵。时招已过，现在胜的应该不会太离谱，战斗该结束了！好，逆风就是要像干我一样干他。不对，可以更狠一点。竟然敢伤我！若不是担心过早将寇家强者引来，刚才那一剑我已经手下留情了。武者比试，本来就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我儿聂风的热毒已经解了。笑话！
医师们早就说过，聂风的热毒无法化解，难道就凭一颗寒鹰丹就能将他治好？是啊，聂天红，没想到你竟然连这种托词都想得出来。你莫不是想用缓兵之计，先保全自己的家主之位，等过段时间聂风热毒再发作，你就可以继续变卖家产为他驱毒了。我的热毒一解，谁不相信？聂风的热毒解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聂风，长辈在举行家族会议，你跑来做什么？赶紧出去！二叔不是不相信我的热毒一解吗？哼，我来跟二叔证明啊！你打算怎么证明？众所周知，我一练出内息，热毒便会发作。但若是我有了强大的内息，热毒却不再发作呢？聂风的武道天赋不错，若不是因为热毒，恐怕现在早已是开麦中期的修为。是这个道理，感觉可以一试。既然要试内息，就得找个目标试试你的武力。菲儿，陪你聂风哥哥过过招，看看他的内息有多强。菲儿现在是开麦中期的修为，而聂风连内息初期都算不上。让他二人交手，既能戳穿聂天红的谎言，又能让菲儿好好表现一番。聂风，让我来试一试你的内息有多强。何必如此麻烦？你打一套飞花掌，有没有内息，他们自能敲出7、8成。爹，我没问题的。好吧。你们点到为止。老家伙们，好好看清楚，谁才是聂家的未来？聂风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看招，落石拳！粗鲁菲儿现在已是开麦中期，可是聂家天赋最高的后辈。风儿因为热毒缠身，多年来修为毫无寸进，如今仅修炼了3天，便能将菲儿一掌击飞，真不愧是超凡功法呀！爹，继续。刚才不算，我们再比过。刚刚只是热身。怎么可能？好强的内息，好厉害的飞花掌，胜负已分。聂风，你的热毒真好了。好，聂风的热毒已解，真是大好事。聂风的武道天赋本来就更胜一筹，虽说浪费了几年时光，但我看他刚才的武功招式，甚至修炼都未曾落下。飞花掌的造诣也颇高，日后必成高手。鱼不啄不成器，聂风经历了磨难，日后必成大器。真是失算。刚才不算，聂风，我们再来比过。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。刚才是我轻敌，我堂堂开麦中期，怎会被你打败？若再比一次，我定将你打趴下。菲儿说的有些道理，说不定聂风算准了菲儿会轻敌，才会侥幸将菲儿击飞。胜负已分，不必再比了。聂风的武道天赋本来就更胜一筹，再比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聂风的飞花掌造诣非常高，聂飞，你只顾修为，却忽视了武技修炼，再比也是输。我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，聂飞才是聂家最优秀的，你聂风什么都不是。那我就让你死心。
菲儿，还好，并无大碍。还要再来吗？哼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跟我走！连洛石泉也有如此高的造诣，风儿，看来这些年你一直很努力啊，是我们忽视你了。天虹，一个武道天才，可比那几万两银子重要。有实力的家族才能永久昌盛啊！说的没错，后继有人太重要了。家族的未来还是要靠这些优秀的后辈发扬光大呀！我看这家主之位还是由天虹继续担任比较好。我的内息境现在已修至极限，下一步就是开脉。人体有12正经和7经8脉，而开脉境便是要打开7经8脉。只要打通7经8脉，内息便能在经脉中循环运转周天，称之为大周天，修炼效果便会大幅度增强。如今第2条奇经已经打开，而且经脉也恢复了8、9成，是时候该去做那件事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在望海楼将会发生一场斗殴，因为这次斗殴我失去了堂兄聂云、堂妹聂柔。哦，客官请。后来，二叔向私家展开报复，废了私家一位后辈天才的修为，致使两家矛盾激化，最终私家和寇家联手，一起灭了聂家。聂云性子正直，一直对我颇为照顾，而聂柔温婉柔顺，在家族后辈中与我也比较亲近。他死的时候才16岁。客官，里面请。看来聂家后辈和私家后辈已经到了望海楼，而且斗殴很快就要开始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让悲剧重演。第一战，胜负已分，聂风胜。聂家第2战由我来，司晨雄，你们私家谁出战？本来只要寇云峰胜一场就能避开聂云，剩下的聂家人由我出手，怎么都能再赢一场。可现在，寇少，还比吗？哼，还有什么好比的？大海，出来吧，请住他们，然后把那个小美女抓起来，给我陪酒谢罪。这也太无耻了！说好比试3场，现在竟不认账。后辈争端哪能让长辈出手？还要不要脸？真是令人耻笑。既然不比了，那就散了吧，各回各家，还打什么打？是换血镜。这下麻烦了，赶紧通知聂家。说好的后辈约战，你们私家请外援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连年过40的换血境武者都请出来了，你们私家还真是卑劣呀！我们是故意将你们引诱到这里来，一开始就是要收拾你们。
厚颜无耻到理直气壮，在下万分佩服。少年郎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敢在换血境强者面前口无遮拦，你一点都不怕吗？就你也算强者？哼，在你们这些黄毛小子面前，我当然是强者。有多强？强到做人狗腿子吗？这小子虽然胆识不错，但还是太年轻啊。黄口小儿，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几分能耐。哎呀！好快的速度！刚才那一剑，若是再进一丝一毫，我恐怕就要殒命于此。怎会如此巧合？天哪！一个开麦境武者，竟然一剑重伤了幻血境初期的武者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你想干什么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怎么样？好。清河湾不欢迎你，回寇家吧。以后尽可能少来。最好还是别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对你有好处。聂风，我记住你。不愧是我聂家第一天才。聂风哥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几个今天就要倒霉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寇少，属下无能。没用的东西，让本少爷颜面尽失。寇少，要不先回私家歇歇吧？啊！不是有人说，自家在望海楼请了幻血境武者对付你们吗？没人受伤吧？大伯，你当时没看见那个家伙被聂风哥一剑击败了。你真的一剑击败了幻血境武者？就是一个幻血境初期而已，不算什么。私家的外援是清玄城寇家子弟，而我击败的那人是寇家家奴。清玄城寇家可是超凡家族，拥有踏入了真武道的超凡强者。风儿，你没有对寇家的人下重手吧？我下手有分寸，只让他们流了点血，没死也没残。在场的有一个寇家主脉的子弟，我没有伤他，而另一个支脉弟子和家奴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只要小心他们向聂家后辈报复即可。你们几个近期不要出门，避避风头。还好没闹出大事，这些日子大家尽足意愿。现在都给我回家去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本来就打算天天在家修炼，你们就惨了。
聂风，你给我等着！所有聂家人，一刻不留！还好是梦。虽说这次没跟寇家起大的冲突，但那是私家联合寇家灭聂家的根本原因，实是为了抢夺陵园矿脉。而在2个月之后，清河湾会发生一次地震，陵园矿脉的气息便会出现在聂家山区。10份元阳药液已经消耗完，却还没能突破换血境，而距离年末族会不到2个月了。爹，我要出海一趟。1月禁足期还没满呢，你不仅要离开聂府，还要出海。爹，天人传给我的药方服用多了已无效果。昨夜天人又对我传音，说海外有一座岛屿是修炼宝地，让我前去修行。海外可不是寻常之地，海上天气变幻莫测，而且还有海盗横行。你要去的岛屿在哪里啊？天人前辈说了，我出海后自会与我会合，跟我一同前去。哪个海盗劫得了超凡者呀？这倒是你的机缘，可惜现在聂家和私家局势紧张，我走不开，不然我陪你走一趟。爹，孩儿已经成年了，况且已经是开麦境巅峰的修为，爹不必担忧我。这次出海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需要一艘船，几名水手，足够的食物和水。好，我这就着手准备。风儿，万事小心。明白。司百川，这么急匆匆的做什么？家主，聂风的小子离开聂家了。哦，他去了哪里？聂风不仅离开了聂家，还离开了清河湾，乘船出海了。这时候出海？聂家有派脱胎境强者跟他一起吗？没有，跟随的武者中只有2个，分别是初期的聂平和中期的聂远。啊？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聂风已经出海，我特意放出了猎鹰跟着。哈哈哈哈！聂风此子如此天纵之才，将来必成我私家的生死之患。聂天红竟然舍得让他离开聂家去海外，哎呀，这真是天大的好事！海域茫茫，正好可以作为聂风的葬身之地。家主准备让谁去杀他？你和司阳红2人乔装一下，立刻出海，务必将聂风诛杀于海域之中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回来。司阳红可是换血境巅峰强者，只要脱胎境不出，清河湾便属他最强。有他在，聂风必死。聂风，这个方向前行300里是海盗活跃的区域，一直往这个方向前行2天，至少前进800里，会非常危险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。是私家的海东青，跟了我们一路。私家到底想干什么？也许是冲着聂风而来，毕竟聂风近日的表现太出挑了。也不知私家这次都派谁来了？不用担心，他们先不起风了。靠边抛锚，
今晚在这里过夜。聂风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？好像来过这里似的。据我所知，他长这么大，应该没出过海才对。是司阳红和司百川。司百川只是幻血境初期，不足为虑，但司阳红可是幻血境巅峰强者，他们来者不善，今天我凶多吉少。有我在，怕什么？聂远、聂平，我们真有缘呐！茫茫海域，广阔无边，这都能遇到你们。司阳红，你想做什么？你猜我要做什么？这里是海外之地，没有援兵，也没有退路。我们绝非司阳红的对手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聂风，希望他能留有后手吧。我们聂司二家虽不和睦，但也一向井水不犯河水。现在你借用我们的人头，是打算让两家来个生死对决吗？清河湾的势力就属我们两家为尊。岐山既然容二虎，实力相当时，当然可以井水不犯河水。但如果有人想要打破平衡，冒头争锋，聂风，要怪就怪你天赋太高，还不懂得藏拙。你既然敢离开聂家跑来海外，就要做好随时送命的准备，不是吗？有道理。所以现在乖乖交出你们的人头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聂风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我若连夜航行，就算你们有猎鹰追踪，也休想追上。我转来此岛过夜，等的就是你们这条尾巴。司百川，你们两个可真是自投罗网。饶命！求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可以饶你们一命，但是你们这一身害人的修为都不能留了。说的也是，挺好的。啊，你们看那边！啊，是海盗探子。接下来的途中，恐怕不平静啊。从清河湾出海的数千里海域，有着10数股海盗势力，绝大多数海盗势力的首领都是幻血境武者。只有海沙帮帮主洪天海是一位脱胎境强者。只要这一路上别遇到海沙帮，有聂风在，其他的海盗势力就不足为虑。都不足为虑，就算遇不到海沙帮，我也会去找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洪天海到处劫掠，背负了那么多的人命，他曾血洗过聂家一艘商船。我三叔聂天阳便是死于他之手。你的意思是，3年前聂天阳所在的那艘失踪了的船，是洪天海弄走的？聂天阳的船是在近海失踪的，你怎么断定是海沙帮下的手？我不但知道是洪天海血洗了商船，还知道是私家透露的商船航线。若不是那时我修炼有成，来海外闯荡过一段时日，恐怕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。
是黑水帮的海盗。黑水帮的帮主裘水松是幻血境后期高手。刚才那探子应该就是黑水帮的，估计是认出咱俩了。以为这船上只有我们2个幻血境，却不知聂风的实力。黑水帮这次要栽跟头喽！裘水松这狗贼，在清河湾的时候就耀武扬威、嚣张跋扈，到处作恶，被各大家族追捕，这才外逃做了水寇。今天该是他的报应来了。聂远、聂平，昔日在清河湾多承2位照顾，今天风水轮流转，你们到了我裘某人的地盘，也该轮到裘某照顾照顾你们了。裘水松，当年若不是你跑得快，我们肯定已经将你擒拿了。今天你倒是主动来送上门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闯来。裘水松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若是在清河湾有聂天红和聂天泽在，我裘某人的确会退避3舍。不过现在就你们2个三脚猫，再加几个垃圾，也敢说这样的大话？到底是谁在自寻死路？总感觉气氛有点微妙，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你们这群抢人钱财、夺人性命的畜生，今天一个都别想跑！哈哈哈哈！真是痛快，往后这片海域将再无黑水帮。不错，他们在这里作威作福也够久了，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火山岛还真是令人怀念啊！就是这里啊！我的修为早就达到开脉境巅峰，却因为元阳药业的药力越来越小，而迟迟不能洗髓换血。现在有着熔岩的补助，相信很快就能突破束缚。人之鲜血皆由骨髓而导。气感境、内息境、开脉境武者的血与凡人之血无异，而换血境修炼的便是骨髓，又称洗髓境。只有将骨髓中的杂质洗净到达换血境，才能开始修炼出武者之血。用内息洗髓，造出更加强大的武者之血，直到全身血液都换成武者强血，换血境便算是修炼完成了。能从换血境突破到脱胎境者，都是凡所武道中的天才，而我就是那个天才。聂风，快来！
刚烤好的鱼来了。已经数日过去了，还没有任何消息，莫不是？家主，外出的海东青回来了，我弟弟百川和司阳红可能已经回不来了。啊！他们栽在了谁的手里？聂风。能追踪到聂风的位置吗？目前他们正在一座岛屿上停留，还搭建了房屋，看来短时间内不会离开。聂风此子成长的速度太过惊人，他若不除，必成私家大患。我现在就写一封信，你带着信去找洪天海，他杀了聂天阳，与聂家有生死之仇，一定不介意除了聂风这位天之骄子。是。照着目前的修炼速度继续下去，想必在年末族会前，定能拥有对抗他们、保护聂家的实力。聂风，你的死期不远了。私家司柏山求见海沙帮洪帮主。司阳红的实力不弱，在私家换血巅峰强者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人，他都能折在聂风手中，我认为还是洪帮主亲自出马为好，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区一个开麦劲的黄毛小子，也配让洪帮主亲自出马？帮主，赤眉请战，斩杀聂风，我一人足矣。洪帮主，万万不可呀！司柏山，你这是看不起我赤眉了？不敢，不敢。赤眉先生的实力自然是极强的，不过聂风虽然打不过赤眉先生，但未必逃不了啊。若洪帮主亲自前去，想必那聂风定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赤眉出马，聂风一样没有逃跑的机会。这样好了，
我让座下四将全部都去，就算聂风长了翅膀，他也插翅难逃。这4个人个个都是幻血境顶尖的强者，每一个实力都在司阳红之上。若我再继续坚持下去，恐怕会惹怒洪天海。到时，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。你们就跟四伯山走一趟。是。快看，有船过来了！海沙帮来人了，洪天海来了。没看到洪天海的船驾，但他座下的4将都来了，估计很快就要上岛了。洪天海不来，座下4将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聂风心思越来越缜密，聂风的修为似乎又精进许多，看来这次10拿9稳了。赤眉先生，聂风此子就在前方，有劳各位了。不过是个17岁的小娃儿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能有什么作为？以他这个年纪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，现在也难入幻血境。司阳红竟然会败在一个少年手中，真是废物！海沙帮这4将，每个人的实力都在司阳红之上。若是4人联手，恐怕连一般的脱胎境强者都会感到棘手。聂风之死，今日休想逃脱。聂风，我等前来，你就算插翅也难逃。小子，我看你还是乖乖认命，免得在我们手下受苦。好俊俏的小哥，姐姐舍不得折磨你，你自己解决自己，可好？我的鞭，好久没有吃肉了。我还没去海沙岛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先找上门了啊！飞烈，你的鞭不是想吃肉吗？这小子先让给你了，让你的鞭先吃个够。那我就先行一步了，另外几个我都让给你们。
想到他年纪虽轻，剑术造诣居然如此之高，每一剑都能轻松化解飞炼的攻势。若单论武功造诣，我们4人恐怕都不如他。得很惨。老娘堂堂幻血境巅峰的修为，纵横海域多年，居然拿不下一个毛头小子。等这次回去，还不得被他们3个笑话死！玄龙桥，好机会！进入13剑，卷风式！飞炼，飞炼！叶枫，老子要将你剥皮抽骨，碎尸万段！宰了这小子！想用速度来干扰我，好给他们制造机会。天真！吃我一拳！受死吧！好机会，得手了，得手了！鬼夜！混蛋！惊风一剑！完了！他们3人的实力虽弱于我，但也不至于连一招都接不下。除非这聂风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他们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先留住性命，回去给帮主报信。若帮主亲自出手，这小子定活不了。现在才想逃，太迟了！给我滚！没想到这小子的力量和剑术，竟已经达到此等境界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！
如此浑厚，几乎可与脱胎境强者相提并论。没想到我们4个竟然会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中。快起锚，赶紧离开这里！我们现在就追上去，灭了他们。不急，他们还会来的。下一次，洪天海必会亲自前来，到时候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天杀的小狗贼！本座要将他挫骨扬灰。之前就叫你亲自去，你偏不去，现在还不是要亲自去？有洪帮主亲自出马，聂风小子自然是手到擒来。这有洪天海亲自出马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海上最强，无败之王！海上最强，无败之王！海上最强，无败之王！洪天海，我等你多时了。叶枫小儿，你知道本座要来，为何不逃？等的就是你自投罗网，为何要逃？这黄口小儿为何如此笃定？难道聂家有脱胎境强者潜藏于此？据我所知，聂家家主聂天红正是脱胎境后期的修为。虽然他的修为在我之上，但想要取我性命也是不易。况且海外可是我海沙帮的地盘，有我海沙帮众多帮众在旁，哪怕聂天红亲至，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不知小儿，洪帮主海上最强，无败之王，就凭你也敢在洪帮主面前放肆？哼，聂风小子，今天洪帮主亲至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，赶紧跪下磕头认错。或许洪帮主还能赏你一个全尸。一群跳梁小丑，乌合之众，死到临头，犹不自知。哼！你等作恶多端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聂风小子，你这嘴上的功夫倒真是不弱，胆气也是一流。可惜，就凭你这换血境中期的修为，在我洪天海面前装像，还太嫩了点儿。看在你还年轻的份上，你现在跪下向我磕头，叫我一声爹，本座放你一条生路，如何？
天海，这些年你罪孽滔天。3年前，你夺我聂家商船，害我三叔性命。今天，我让海沙帮从此除名。3年前，是你私家向洪天海通风报信，待我灭了海沙帮之后，也会将你们私家连根拔起，让清河湾再无私家。你怎知道此事？洪帮主，别跟这小子玩了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赶紧杀了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能耐。一区区换血境中期，内心竟然强到了可以离体攻击的地步。难怪能够击败我座下4将，不过，如果仅是这点实力，可还不够资格做本帮主的对手。碧海血杀手！就这点实力，也敢在本帮主面前嚣张？看你怎么死！看来是时候使用那招了。惊风一剑！该死的小子！海域茫茫，你能活动的空间不过是这座小岛。就算你一直躲，我看你能躲到哪里去？洪帮主威武！帮主海上最强，不败之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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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就让你尝尝烈阳真火剑法的滋味！超凡武功，你才换血境，竟然会超凡武功！超凡武功对于修炼者的内心要求极高，哪怕是脱胎境武者，想要练成超凡武功都极其困难。聂风不过换血境的修为，竟然能够练成超凡武功。可这聂家又不是超凡世家，哪来的超凡武功？这烈阳真火剑法本就是烈阳真火功的附带剑法，我过去早就修炼得完全彻底，现在施展出来虽然不难，但剑法威力过强，以我目前的身体强度，根本无法长时间承受。
必须速战速决。不好！好机会！糟糕！帮主，他可是脱胎境武者呀！这个聂风只有幻血境了，怎么会？帮主竟然输了，那我们岂不是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普通海盗难成气候，可这3个幻血境不同，有他们在，海沙帮就不算完。途经的商船照样会遭殃，绝不能放过他们。少侠饶！少侠饶命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！饶了我们吧！你们这些海盗，平日里作恶多端，如今我废了你们的修为，你们各自回家去了。如果再看到你们打家劫舍，我定斩不饶！谢谢少侠，谢谢少侠，谢谢少侠。现在我的修为已至幻血境后期，凭借烈阳真火诀，想要突破脱胎境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只是，虽然我目前的洗髓程度越来越深，武者之血也越来越强，但仍没有脱胎换骨的迹象。看来现在的修炼强度还是不够啊！难不成是艳阳玉出事了？上一世没赶上，这一次不能再错过了。玉坤、玉蝉，你们是我顾家最优秀的后辈，艳阳玉关系着你们能不能快速突破脱胎境。越早突破脱胎境，将来突破真武道的希望就越大。你们一定要全力争取。明白。小蝶、小罗，女子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就得有强大的实力傍身。艳阳玉是能够快速提升你们修为的宝物，一定要夺至手中，不能输给顾城两家的小崽子。你们2人皆为幻血境巅峰，修为上比他们更占优势。4枚艳阳玉，你们至少要夺3枚，少1枚，你们就别回来见我。是二叔。
座火山岛内部，每隔12年便能孕育出4枚艳阳玉。我们清玄城的顾家、孟家、程家曾共同约定，每隔12年，在艳阳玉出世之时，便会各派2名换血境后辈前来争取艳阳玉，以此作为考验。这一次，我们志在必得。这里热度最高，阳元气也最为充沛，艳阳玉出世的地方应当就在此处。啊，孟小蝶，不如我们2家联手，你们负责挡住顾玉坤和顾玉婵，我们负责取得艳阳玉。事成之后，我们4人平分，如何？孟小蝶，别听他挑拨离间，他们兄弟俩都是换血境巅峰，若艳阳玉到了他们手中，是绝对不会再吐出来的。不如我们顾孟2家联手，先把程家兄弟赶出去，再平分艳阳玉。小蝶姐姐，我们不会骗人，说平分就平分。孟小罗，我们可是有婚约在身，你不能和别人联手，必须和我站在同一阵营。待艳阳玉出来时，由你们挡住顾玉坤和顾玉婵，而我和小蝶姐来取艳阳玉。事后少不了你们程家2枚，如何？你们兄弟2人果然没安好心，我可信不过你们，那就只好跟顾家合作了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休想拿婚约来控制我！本姑娘不高兴，可以随时退婚。行，孟小蝶，艳阳玉由你们取，怎么分配你们做主。孟小蝶，别信他。好，我也不多要你们，一边一半，我们正好1人1枚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他们2家一旦联手，我们可能连1枚艳阳玉都很难抢到了。这么拼吧！是清玄城孟家、顾家和程家的人。罢了，我跟他们原本元胜过节，不怕找你。现在的重点是艳阳玉。如果能得到足量的艳阳玉，我就能尽快突破脱胎境，保护聂家。艳阳玉怕是要喷发而出了。是艳阳玉。是艳阳玉。什么人？把我的艳阳玉还给我！这个少年是谁？看上去只有15、16岁的样子，竟然能从孟小蝶的手中夺走艳阳玉。这孟小蝶是清玄城超凡世家孟家的天才后辈，
在过去曾有恩于我，不过恩情固然重要，但这艳阳玉也是我所需之物。想要突破脱胎境，必须使用至少3枚艳阳玉。你的艳阳玉上面写了你的名字。这艳阳玉虽然没写我的名字，但是它从熔岩池中喷出来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我刚才差一点就抢到了。对呀，就差一点。不过你自己也说谁先抢到就是谁的，这可是我先抢到的。哼！阁下是哪里的人？竟然敢在我们手中抢东西！你最好是把艳阳玉还回来，否则就怪我们不客气。哪来的选妃之辈，在这里汪汪乱叫？小子，你这是找打！我们抢不过陈家兄弟，况且这人实力难测，贸然出手对我们没好处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以这人的速度，若艳阳玉再出，恐怕就连陈家兄弟都争不过他。让他夺玉，最后我们全部都抢了。小子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你都不懂。交出艳阳玉，也可免遭一场劫难。那你们马上滚出我的视野，也能免遭一场劫难。真是不知死活！惊雷一闪，怎会？七彩可是换血境巅峰的武者，既然这样，这被剑鞘抽飞了。五虎断魂刀！他年纪轻轻便已修至换血境巅峰，本就惊人。没想到同为换血境巅峰的程其志，在他面前竟如此不堪。在清玄城中有众多超凡世家，我等6人已经称得上天才人物，可和他一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恐怕整个清玄城中都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天才。孟小蝶，何事？送你的。
这小子之前抢了我的艳阳玉，还挺讨人厌的，现在看来似乎没那么讨厌了。等等，可他为什么要送我艳阳玉？我之前和他并无交集，难道他喜欢上我了？为什么要送我这么宝贵的礼物？太多用不完，就当第一枚是抢你的。现在我还你一枚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，你想问什么？程家的超凡强者没来吧？没有，只有一个脱胎境后期的长辈。程百君。哦，你想问什么？程家的超凡强者没来吧？没有，只有一个脱胎境后期的长辈程百君。那就好。你还是快走吧，程家兄弟回去后肯定会向程百君告状。程百君是个非常护短的人，他一定会来教训你，到时你身上的3枚艳阳玉也会被他夺走。他没这个本事。没这个本事？他可是脱胎境后期的强者，你还未入脱胎，他轻轻松松就能碾压你。你还是赶紧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，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这里阳元气充沛，我要在这里突破脱胎境。程百君愿意来，就让他来吧。你当真连脱胎境后期的强者都不怕？脱胎境后期而已，又不是超凡，哪能算强者？程百君肯定会来，那我们就先不走了，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抗衡这位脱胎境后期的强者。二叔，我们被人打了。二叔，我们的艳阳玉也被抢走了，请二叔帮忙夺回来。2个废物，你们都是幻血境巅峰的修为，怎么连顾家、孟家的后辈都比不上？二叔，我们不是被他们打的，是另外一个人，他把所有的艳阳玉都抢走了，还打了我们。你看奇才的脸，就是被他用剑鞘抽的。你看，二叔，他打得多狠，他这是完全没将我程家放在眼里啊！我家后辈可有危险。打你们的人是谁？什么修为？是个幻血境巅峰的武者，看起来16、17岁的样子，不知道是什么身份。16、17岁的幻血境巅峰。难道是某个大势力的天才后辈？他在哪儿？带我去瞧瞧。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想要突破修为，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吸收艳阳玉的力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必须将程家的后续事情解决掉。就是他。此人竟然如此年轻。本人程百君，清玄城程家人士。这位少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自什么地方啊？你不需要知道。看来你没什么来历，是靠自己的奇遇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少年，有什么家族背景可要说出来，免得自己无端受苦。是啊，隐藏身份没有任何好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小门小户，一介散修。那你应该知道，你现在处境很危险。只要你将身上的艳阳玉给老夫，老夫保你安全，如何？姓顾的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位小友愿意用艳阳玉做报酬，我就保他周全。这是我
跟他之间的一笔交易。小友，你觉得怎样？哼，用不着。那你有苦头吃了。你这是明智之举，消除艳阳玉，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。你只需跪着向旗帜、奇才道个歉，然后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便向你原样奉还即可。姑姑，你救救他。看看再说。我劝你最好安分点，赶紧离开，这样会体面一些。二叔，你看这小子何等嚣张，何等猖狂，连你都不放在眼里。小子，我给了你从轻发落的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现在就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！大开杯掌！程百钧的大开杯掌已修炼至极限，一掌便可将人打得四分五裂，轻视不得。呀！呀！呀！超凡功！呀！呀！呀！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他刚才那一剑，明显手下留情了，否则就不是留下一道剑声这么简单了。我们走。几位也可以离开了吧？是时候吸收他们。刚才忘记问他的名字了，不知。别想了，那个少年是真正的超凡之资，将来必定会踏入真武道，并且就算是在真武道，恐怕都能够走出很远。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以前我一直不理解，那些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天人，究竟是怎么修炼上去的。今天看到他，我才知道，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精彩绝世的天才，果真是人间龙凤，天之骄子。小蝶，别陷得太深。我有预感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当真火裂隙钻入骨骼之中，再度洗髓，便能将骨骼中的杂质不断炼化，令骨骼变得越发坚韧，使造出的血液变得强大。炎阳玉的能量加持，新造出的血液强度可以达到脱胎境。只是要将全身的血液都变成新造的强大之血，需要时间。只剩最后一枚了。待吸收了这枚炎阳玉，我全身的血液便会全数转换成新造的强大之血。届时，身体各个脏腑都会产生巨大变化，进行脱胎般的改变。现在我已经成功突破至脱胎境，无论是皮肉、经脉、脏腑，还是内息强度，都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。至于骨骼的方面，要等到进入脱胎境巅峰后，才能进行蜕变。只有彻底脱胎换骨，才能踏入真武道，成为超凡强者。
必须抓紧时间，再精进一些。自从进入脱胎境以后，修炼速度便大不如前。虽然这里依旧是修炼烈阳真火诀的好地方，但修炼效果却不如在换血境的时候。想在这里突破至超凡境，几乎不可能。算算时间，大概还有15天，聂家山区便会发生地震，而20天后正是聂家族会，必须赶在族会前有所突破，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对抗他们的胜算。这次出海1个多月，幸好有炎阳玉的出现，我才能从开外境修炼至脱胎境中期。武者的修为一旦进入脱胎境，身体血肉、经脉、脏腑的强度已经无比接近超凡武者，能够动用的手段也随之增加。现在，就算面对超凡强者，我也能与之一战。倘若寇司两家联手，也不足为虑。况且，很快清河湾就要发生一场地震，灵元矿脉便会出现在聂家的西山矿场。矿脉中的灵元石是武道修炼的至宝，到时候借助灵元石修炼，相信我在脱胎境不会停留太长时间，成就超凡指日可待。是清河湾，快到清河湾了，终于要回家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？聂风少爷，你怎么回来？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把话说清楚。在你出海大概1个月后，后玉就带着一位脱胎境巅峰的强者进了聂府，说是要找你算账。任家主怎么赔礼道歉都不管用，他非要找到你不可。后来，他们得知你出了海，就赖在聂家不走了。后玉那个王八蛋调戏聂家的女子，有一次双方起了争执，家主被那个脱胎境巅峰的强者打伤了。什么？唉，有这么2个瘟神在聂家，你说聂家谁高兴得起来呀？聂风少爷，我看那个寇玉定是恨极了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回去，否则落在他们手上就完了。你们现在先去外地避避风头，等他们离开了再回来吧。当初为了避免麻烦，特意没伤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不但重新踏足清河湾，还住进聂家，调戏聂家的女人。最可恨的是，他还伤了父亲。我这就回去。聂风少爷，您可千万别去啊！哎，聂风，寇家可是清玄城的超凡世家，你要三思啊！虽然聂家当下的处境十分憋屈，但只要你不回去，他们寇家便没有理由发难。我相信，为了你的安全考虑，聂家可以继续忍耐。是啊，聂风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以你的资质，将来必入真武道，何必争一时之气？现在先离开清河湾，等成为超凡强者之后，再回来与寇家一争高下也不迟。聂风，我知你实力强劲，以你现在脱胎境中期的修为，对上那位寇家强者，应当不成问题。只是这寇家的可怕，并不在于一个人的实力强弱，而是在于整个家族之中的超凡存在。是啊，若是寇家这位强者在聂家吃了亏，必定会将寇家的超凡强者吸引过来。哼，你纵然资质再逆天，目前也无法和超凡强者相对抗啊。这根本不是退让能解决的问题，对付他们这样的祸害，必须采取强硬手段。我曾经也是武道王者，通晓多种秘术，现在我的修为突破至脱胎境，血肉、经脉、脏腑早已今非昔比，能够施展不少秘术。寇家的超凡武者不过是真武道第1境，真元境初期武者根本不足为惧。况且明日一地震，西山矿场的园林矿脉就会暴露，寇家和私家便会联手，在5天后的族会上对聂家进行灭族。3个月的苦修，就是为了改变聂家的结局，现在怎会离开？
前几天聂天红那个老匹夫居然敢扇我，洪雨舒也是，既然都出手了，干嘛不直接打死那个老匹夫？还平白骂我一顿，害得我现在只能去外面找乐子。寇少说的是啊，以寇前辈的能为，收拾聂天红那个老匹夫绰绰有余。要是寇少对这几天的姑娘不满意，明儿个我等再为您物色物色。还是你小子上道。聂家的美人们，都给老子乖乖的出来！寇少，聂家美女如云，你一定好好品鉴品鉴。聂家的男人全都是缩头乌龟、孬种。聂家的美人们，不如来我寇家如何？我一定会好好联系你们的。一群孬种，走，咱们去聂家主府。走。怎么会如此安静？你们聂家的女人呢？还不统统滚出来伺候本少爷？在广场。让你们聂家的女人出来伺候，是抬举你们，也不是好歹。寇少，看来这聂家不但女人见不得光，就连男人也个个都是怂包啊！是怂包啊！寇玉，聂风，聂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本少都等了你1个月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别再来清河湾，我让你记住，这对你有好处。可惜你不听劝。老子就来了，怎么着吧？老子不仅来了清河湾，还在你聂家府上住着，把你整个聂家都踩在脚下。今天老子更是要将你这小杂种的脑袋摘下来当球体，你若是敢躲，老子就灭了整个聂家。聂风，当日在望海楼，你不是神气的很吗？就连寇少你都不放在眼里。寇家可是超凡世家，寇少的地位何等尊贵，岂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？今日你就乖乖领命，跪地伏诛，免得牵连整个聂家给你陪葬。聂风，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说100声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本少爷或许可以考虑饶你。你竟敢伤我，剑气离体！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脱胎境强者才能做到的事儿，难道？2个月前他还只是开脉境而已，怎会在短短2个月内就突破至脱胎境？聂风，我要宰了你！侯玉书，救我！救我！早知道就不跟着寇宇来聂家挑事，也就不会遭此横祸。看来我们今日在劫难逃了。谁敢伤我寇家后辈？侯宇说。救我，侯玉书！救我！救我，侯玉书！小杂种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想要拉上整个聂家陪葬吗？
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那个人是寇玉，寇玉真是活该。这寇玉在聂家作威作福多日，早该如此了。聂风这是要做什么？寇家可是超凡世家，他这般对待寇玉，寇家岂会善罢甘休啊？完了，聂家完了，我们如何承受得起超凡世家的滔天怒火呀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听说你打伤了我父亲。不错，之前我只是打伤了他，现如今不仅要你死，聂天红教子无方也得死，我还要让他们统统给寇玉陪葬。那么，你也休想走出我聂家。就凭你，也不知聂风这小子哪来的底气，竟敢一言论定脱胎境巅峰强者的生死。脱胎境中期，聂风从出海到现在还不足2月，他这是什么妖孽的修炼速度啊！哎呀，厉害！这也太骇人听闻了，真是厉害！他才17岁啊！17岁的脱胎境，别说清河湾没有，就连整个清玄城，也没有如此天资卓越的天才呀！2个月前他还是开麦境，在清玄城这种城，天才数量并不少，但17岁的脱胎境却是绝无仅有。如此超凡之子，不尽早除掉，将来必成为寇家强敌。你才17岁，竟然已经是脱胎境中期，当真令我惊讶。不过，你若是以为拥有脱胎境中期的修为，便能在我寇宏宇面前猖狂，未免也太过无耻。就连你父亲脱胎境后期的修为，在本座面前也走不过30招，而你本座出手，最多3招便能击败你。宏宇叔，我饶不了他，我一定要让他后悔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好，聂风，给我受死！真日掌！我踏入脱胎境至今已经20年有余，这次子就算侥幸修炼至脱胎境，应当也没有修炼多长时间才对。他的内息怎会如此之强？他这一剑虽不高明，但能有如此威力，定然是内息强大的缘故。而内息强大必与功法息息相关。我如今是脱胎境巅峰的修为，修炼的金元功已是凡俗武道中的顶尖功法。若说内息强过我的功法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：他修炼的是超凡功法。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惊风13剑。岂有此理！脱胎境巅峰，竟然被个毛头小子逼得如此狼狈！这小子的故事什么？姐姐不离要害，前阵招招之命，在这不疑。聂风，此事就此作罢。
让我带着寇宇离开，如何？明日园林矿脉一旦泄露，司寇两家必会在聂家族会上大摆杀机，血洗整个聂家。这个争端的根本原因，从来都不是个人恩怨。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离开。聂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当明白其中的厉害。哼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休想离开吧！呀！可恶，剑光满天！烈风式！断金炼狱！清风一剑！竟敢伤我！伤你又如何？寇家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聂家。好，我等着。不要！求求你，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是寇家的直系少爷，我曾爷爷是超凡强者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！我对你说过，别再来清河湾，可惜你听不懂人话。我记住了，这次我真的记住了，我再也不敢来清河湾了。哦，是吗？我发誓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我已经废了他们一身修为，将他们看押起来。是。风儿，风儿，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你都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了。因为我的缘故，让父亲受苦了。我这点苦算什么？风儿，你才17岁，便已经是脱胎境中期的修为，如此超凡之姿，只要有你在，聂家将来必成超凡世家呀！是啊，有聂风这样的天才在，我们聂家以后定能成为超凡世家。是啊，是啊，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如今我们已经和寇家结下大仇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赶紧离开清河湾，去海外避难，先争取躲过寇家的追杀。还有司家的，恐怕他们司寇两家会联手对付我们。我们先暂且躲起来，等聂风成为超凡强者，有了和寇家对抗的资本，再回清河湾。此言有理。我们聂家在清河湾码头有大量船只，只要逃出海外，寇家想找到我们也并非易事，只是这聂家的基业。大家不必惊慌，聂家无需出海避难，一切有我，寇家不足为虑。聂风，你的确是我们聂家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，只是这寇家可是超凡世家，你就算实力再强，也不可能和真武道的超凡强者抗衡。对呀，超凡强者能够飞天遁地、延年益寿，都是神仙般的人物，绝非凡俗武道能够与之相比的。聂风，你就算再妖孽，你也不可能以凡俗之躯抗衡天人上尊呐。凡武道和真武道之间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，聂风切不可鲁莽啊！超凡强者前来，我亦能与之一战。谁想去海外避难，尽可前去，我会留守聂家，将来敌一一清扫干净。
什么？哼！聂风那小子回来了。好。寇宏宇现今住在聂家，他若见了聂风，绝对不会轻饶他。这个心腹大患总算能解决了。家主说的是，我一收到他回来的消息，就立马赶回来给您报信。估摸着就这会子功夫，那小子怕是已经凉透了。好啊！这2个月来，我们先后损失了司阳红、司伯川和司伯山，还有那该死的洪天海。老夫给了他那么多好处，居然就这样没下文了。我琢磨着他定是失手了，没想到还真是。还好那寇玉带着寇宏宇再度返回清河湾，有寇家这座超凡世家做靠山，不愁压不住聂家。眼下司晨雄和司晨虎跟着寇玉一同去了聂家，等他们回来，家主定能收到好消息。好，你亲自去趟聂家，让司晨雄和司晨虎回来。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。聂家的守卫似乎比平日多了些。聂家府邸，闲人勿入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本座乃司家换血境后期强者司瑞才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过来！他想进聂家，你让他进就好了。想进就进吧。如今这寇宏宇占据了聂家主府，司晨雄和司晨虎2人此刻应当也在主府。司瑞才，你来我聂家做什么？聂天泽是脱胎境中期的修为，而我是换血境后期的修为。若是在往常，或许我还会退避三舍，但今日不同，我有寇家做靠山。我司瑞才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何须向你解释？司瑞才，你长志气了呀！在我聂天泽面前，竟敢如此说话！哼，聂天泽，你们聂家现在什么局势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有寇宏宇坐镇聂家，聂家没你说话的份，赶紧给我滚开！哼！陈雄、陈虎，快出来，随我返回家族，家主有事情要问你们。陈雄、陈虎，哼！这2个臭小子怎么回事？聂风，聂风居然安然无恙，难道寇玉放过他了？这不可能啊！你是哪位？他是司家换血境后期的高手，名叫司瑞才，方才闯入我聂府，犹如无人之境，真是勇气可嘉。寇玉和寇宏宇到现在都不现身，这聂风也是毫发无伤，难道？寇玉和寇宏宇呢？在地牢里关着呢。被关在地牢？那司晨雄和司晨虎呢？他们也在地牢，只可惜一身修为都不在。这不可能！寇宏宇可是脱胎境巅峰的高手。此处有诈，必须先设法离开聂家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既然陈雄、陈虎不在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当我们聂家是什么地方？你想做什么？难不成想和我们司家撕破脸吗？我警告你们啊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司家家主不会放过你们，寇家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寇家？你不会还指望寇宏宇来救你吧？忘了告诉你，那个寇宏宇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什么？
即便你有击败寇宏宇的实力，可那寇家是超凡世家，你怎么敢？不知道思阳府见思瑞才没回去，会不会亲自来聂家？他联合海沙帮害你三叔，是思家最可恶的一个。他就算今天不来，过几天也自然会来。我等着他自投罗网。按理说，以思瑞才的速度早该回来，为何至今未归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聂家瞧瞧。等等，他们迟迟不归，很有可能是在聂家发生了变故。倘若是连寇宏宇都无法解决的麻烦，那我去了岂不是羊入虎穴，有来无回？我的修为仅在脱胎境后期，比那寇宏宇还要低上一筹。如果聂家真的拥有对付寇宏宇的力量，那我思家往后怎么与之抗衡？何来立足之地？来人，传我号令，即刻起，将思家族人全部召回，除了在外打探消息的人以外，其余人等一律禁止外出。是。到现在为止，思瑞才他们都没有任何音讯。定是那聂家故意封锁了消息，情况很不妙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前往清轩城寇家。聂家现下的情况着实诡异，必须请寇家强者前来，方能探明。果真是园林矿脉。园林矿脉，这园林矿脉中不但拥有强大浑厚的元气，还拥有无上至宝园灵石。这元气对于凡俗武者的修炼来说，有着极佳的辅助效果。而其中的园灵石，不但能够帮助超凡武者提升修为，还能作为一种硬通货币，用来衡量各种宝物的价值。没想到这矿脉如此厉害，聂风少主当真有先见之明啊！大家一会儿手脚都麻利点，尽快开采园灵石，回去复命。是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带着聂家主脉的武者，还有先前早就撤离的矿工们，一同前往西山矿场，封堵矿脉，免得节外生枝，让他人知晓其中玄机。对了，风儿，你如何知晓今夜会有地震？又是如何确定园林矿脉一定会现世？是那位天人告诉我的。那时聂家之所以会亡，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实力守护这处资源。如今上天既然赐予我再生之机，我必会守好这条矿脉，让他帮我快速突破真武道。谁若是敢觊觎我聂家的灵源矿脉，站住！什么人？在下清河湾思家家主思阳府，有事要求见寇家家主，还望通报一声。清河湾，没听过。我寇家家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现在天色已晚，等明日天亮，你再前来头上拜帖，到时候家主见不见你，全凭你的造化。事关贵府寇宏宇大人的生死，万万耽误不得呀！寇宏宇大人。他可是脱胎境巅峰的强者，听说前段时间跟玉少爷去了偏远的小地方游玩，至今未归。罢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且进去通报。盯紧点。司家主。我家家主有请。清河湾思家家主思阳府参见寇家家主大人。
说，有关乎寇宏宇生死的钥匙找我。前段时间，寇宏宇大人带着寇玉公子一直坐镇聂家，打算等聂风出海归来将其擒拿。然而，就在昨日聂风回来后，寇宏宇大人和寇玉公子便失了音讯，就连我们私家派去的人也没了消息。在下经过多番打探才得知，在聂风返回聂家后不久，聂家家主便下令自封府邸，禁止族人外出。我怀疑寇宏宇大人他们定是遭遇险境，而聂家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才自封府邸。一个蝼蚁般的家族能让寇宏宇遇险？你确定？寇家主，在下句句属实，绝不敢欺瞒于您呢。寇宏宇的实力不在我之下，如果连他都无法保全自身，那聂家必是龙潭虎穴。凡武世家再厉害，也比不上超凡世家呀！不管聂家有什么底牌，在寇家面前也是不值一提。寇家主，还请您调动寇家的力量，救出寇宏宇大人，严惩聂家。话虽如此，但我寇家强者各有要事，皆分散在外，常年作战于家族的脱胎境巅峰强者，也只有我和寇宏宇二人。现在寇宏宇遇险，我独木难支。若是将分散在外的家族强者召集回来，恐怕需要一段时间。寇家不是有超凡强者吗？若是有超凡强者现身，不管聂家有什么阴谋诡计，都将化为泡影。我寇家的超凡强者远在青苏城，受清河帮供奉，身居要位，区区一个凡武家族，哪能劳烦他老人家出手？寇家主，其实在下还有一事要向您禀报。昨夜清河湾突发地震，那聂家的西山矿场上，疑似有园林矿脉被震了出来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以我的修为，感应不会错，肯定是园林矿脉的气息。这园林矿脉也有等级之分，其中贫级的园林矿脉并不常见，而常见的普通园林矿脉能够出产几千甚至几万的园灵石。若是遇到优良品级的园林矿脉，园灵石的数量可高达10万左右。如果运气再好点，遇到大型园林矿脉，那就发达了。寇家只是最普通的超凡家族，连最贫级的园林矿脉都没有。只要我将这园林矿脉说的10成真，就不怕他们心动。我寇家的超凡强者寇定侯，此刻在清河帮做供奉，1个月也不过10块园灵石而已。而昨夜的地震，清泉城也有震感。若真震出了一条园林矿脉，就算他再贫瘠，每年也能产出上千块园灵石，相当于寇定侯10年的收入。清河湾那个小地方，没有一个超凡世家。若园林矿脉真的在聂家矿场，那就必须从他们手中夺过来。现下寇宏宇和寇玉在聂家出了事，寇家自然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向聂家发难。好，我这就修书一封，派人去将我寇家的超凡强者请来。如此甚好。那个寇家主啊，可否让在下在清泉城先停留一段时间？等寇家强者聚集，我再随你们一同前往清河湾。堂堂脱胎境后期的世家家主，居然连家都不敢回，看来他与那聂家的过节不小，且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。好吧，那你就暂且在我寇家住下吧。这里的岩石极为坚硬，开采难度很大，不知今日能产出几颗园灵石。这是今日的8颗园灵石，你先用着。有了今日的开采经验，相信后几日的效率会大大提升。辛苦大家了。园灵石中的天地元气纯净且浓郁，适合任何属性的武者。再加上我修炼的烈阳真火诀是顶尖超凡功法，有了园灵石的辅助，我的修炼速度便会大大提升。哪怕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真武道，都不是难事。
吸纳了这8颗元灵石，我的修炼速度提升了100倍有余。父亲又送来了13颗，以我目前的速度，平均1个时辰吸收1颗元灵石，1天下来最多只能吸收12颗。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提升修为，尽早突破真武道。只有成为超凡强者，踏入武道殿堂，才能守护聂家。终于突破脱胎境后期了。得赶紧洗个澡，将身上排出的杂质清洗干净。今天是聂家族会的日子，也是那一世司寇两家屠我满门的日子，绝不会让历史重演。哎，这是发生何事了？怎么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脱胎境的高手啊？不清楚，这些高手中最低也是脱胎境中期的修为，连脱胎境初期的强者都没有资格加入，看来必有大事发生了。奇怪，寇定侯为何还没有回京？算算时间，现在也应该到了。欧阳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家主，我赶到清河帮时，并未见到定侯大人，据说大人正在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前往青州城。我等了2日，见大人仍未归来，便留下信件，先行返回汇报情况。区聂家，何须劳烦定侯大人？我寇家20位脱胎境强者一同前往，足以碾压聂家，夺取元灵矿脉。据我所知，那聂家竟有2名脱胎境武者，修为最高的才是脱胎境后期。咱们几个单脱胎境巅峰就4个，后期7个，中期9个，对付他们绰绰有余。是，就算聂家真藏有能够擒下寇宏宇的未知强者，我们这么多人的实力加起来，也足以成事。对付聂家倒是小事，要防止其他超凡世家参与抢夺元灵矿脉才是重点。罢了，既然寇定侯短时间内不能回来，那就只能先去灭了聂家，救出寇宏宇再说。好，既然定侯大人暂时回不来，那我们就自行前去。小小聂家胆敢扣押我寇家强者，简直罪无可恕。待攻入聂家，救出寇宏宇和寇宇后，聂家的人全部发配为奴。是，20位脱胎境强者齐出，寇家为了得到元灵矿脉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有他们这些超凡世家在，元灵矿脉就永远入不了我们凡武世家的手。等寇家灭了聂家，以后我司家就是清河湾的霸主。只要我牢牢绑住寇家这条大腿，想不发达都难呢。我聂家子弟的修为，基本都在内息境和开脉境2个境界。位于气感境的子弟，年纪大都偏小，通常不会参加族会；而位于幻血境的子弟，年纪至少都在25岁以上，超过了参加族会的年纪。内息境和开脉境的适龄子弟，则会进行比试，实力卓越者方能参加族会。聂风少主，聂风少主好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一切准备妥当。他们也该到了。报！家主，如聂风所料，有一艘寇家船只正顺江而下，向清河湾赶来。船上有数十名脱胎境强者，司家家主司阳府也在上面。数十名脱胎境，他们还有多久能到这里？如果途中不停留的话，最多1刻钟便能到达。自重获新生以来，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。前世他们血洗了我聂家满门，这一次，不管他们司寇家2家来多少强者，我都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便把聂家所有人都召集到主府来吧。好，风儿，今日聂家的存亡就全靠你了。
爹，放心吧。寇家主，聂家人数众多，避免一会儿冲突时他们四散而逃，可否先让在下先回司家召集一些人马过来？那你动作快点吧。寇家主放心，只需1刻钟，我便能带人前来。除了司星云是脱胎境强者，其余人等不是换血境就是开脉境，但可以说是动用了司家99%的力量。这次必定胜券在握。哎呀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强者？看他们的装束打扮，似乎不是清河湾的人。领头的不是司家家主司阳府吗？他带着这么多高手是要去做什么呀？看这行进的方向，应该是去聂家。聂司两家可是我们清河湾最强的武道家族，如今司家搞出这么大阵仗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出动这么多脱胎境强者，聂家威仪。寇家主，请。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此等反应，不过倒是为我省去不少功夫。寇家主，他就是聂风。寇宇公子便是为了找他与寇宏宇大人入主聂家。此子年纪虽轻，但定力十足。见我等前来，竟没有丝毫惊慌。聂风，我儿寇宇在哪儿？地牢里面。只可惜一身修为全被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已经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，你现在才来找他，是不是太迟了点？玉儿虽然是我几个儿子中最废的一个，但好歹也是我寇洪清的儿子，超凡世家的直系子弟。就算他再废物，也不该折在一个小小的反武世家手中。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？整个聂家都将为寇玉而亡。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你们兴师动众而来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如此说来，寇宏宇也……他们俩，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阶下囚。脱胎境后期，怕是整个清泉城的超凡世家都找不出如此年轻的脱胎境后期。这聂风过去深受热毒之苦，根本无法修炼武道。直到3个月前，他的热毒才得以化解。没想到，如今竟然修炼到脱胎境后期了。像我们家主这样的天才，修炼至脱胎境后期，也是耗费了整整39年的时间。这聂风的修行速度如此逆天，莫不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机缘？能让人在3个月内从开脉境一路突破至脱胎境，这是何等的机遇！只有司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机遇。
寇家这样的超凡世家压着，这等好事断然轮不到我们。聂风，你不过是偶得奇遇，才有今日之成就，现下也只是脱胎境后期而已，也敢如此大放厥词，当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且不说我们私家，寇家可是超凡世家，单论脱胎境强者的数量，就是你聂家的10倍有余。敢在我们面前放肆，你们聂家会输得很难看。聂风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寇红玉是不是也折在你手里了？当然。无知狂妄的小子，今往后你们聂家将不复存在。哎，裂骨神爪！该死！该死！糟糕，裂骨神爪施展不出来。镇山拳！你心脉已断，修为尽废，无需再做挣扎。下一个。浩渊是我们寇家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超凡强者的人。还好今天带的脱胎境强者足够多。观聂风此子的能为，他是只有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，才能在1对1的情况下取胜。大家听我号令，布下9元剑阵！逆风小子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剑意。剑意是武者踏入了真武道之后才能领悟的剑道真意。聂风不过是脱胎境的修为，竟也能领悟到剑意，这就意味着他的剑术造诣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能够领悟到剑意，的确可以化腐朽为神器。不过，你终究只是脱胎境后期的修为，始终无法与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相提并论。此阵之下，非超凡者皆可杀之。杀！呀！惊风13剑，指风式！
清风13剑乃是聂家的上乘剑术，在聂风少主手中却变得如此精妙绝伦。仅仅一个卷风式，连9个脱胎境强者组成的剑阵都无法攻破。没想到金风13剑的剑招还能够施展到这般水平，我等日后定当勤加修习。风儿的剑术造诣着实精妙，连我都为之震撼。只要能顺利度过今日劫难，聂家兴盛有望。对方还有脱胎境武者没有出手，绝不能让他们离开。所有脱胎境武者听令，速速围杀此子！呀！聂天红，你就在一旁乖乖待着吧，让他败了，再来收拾你们。冷真火！连刃风暴！超凡武功！足19位脱胎境强者，就这样被聂风击溃大半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实力啊！聂风少主的实力，怕是与那超凡强者都不相上下了吧？天哪，我们究竟招惹到了怎样恐怖的存在啊！聂风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，这简直不亚于超凡强者呀！怎么可能？说过，犯我聂家者，一个都别想走！哪里逃？我们司家愿意投降，愿意投降。资阳府，你害我3弟，今日休想离开！岂有此理！都愣着做甚？还不速速撤离！一群小杂鱼也妄想离开！别让司家的贼子们跑了！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有这么多脱胎境强者在，实力太过悬殊，聂家定是没了。聂天侯为人公道，比那四阳府好上数倍。可惜了，以后清河湾再无聂家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私家武者怎会这副模样从聂府跑出来？如此狼狈，该不会是私家败了？不会吧？
听说聂家只有2名脱胎境武者，怎么可能击溃那么强大的一支队伍？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你们逃得掉吗？无耻私家，竟联合外人欲灭我聂家！今日之后，清河湾再无私家！哎，没想到私家请来那么多帮手，竟然还是败了。你们看那个少年，是不是聂家家主的儿子聂风啊？对，我认得他。他之前热毒缠身，不能修炼武道。听说3个月前身上的热毒突然解了，才开始修炼武道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变得这么厉害了。叶家，我终于保住了。需在聂风回来前结束战斗。联手！哪里逃！火影流光呀！聂风，你从小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？对对，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只要你今天饶了我们，往后私家再也不敢与聂家争锋了。哼，聂远已经带人往私家府邸去了。从今往后，清河湾再无私家。还说什么争锋不争锋的，岂不可笑？私家之人，从今往后不得再有修为。你们安安心心做平凡人吧。不可能！聂风，你们聂家怎能如此狠毒？祸不及家人。那你们今天来，又是做什么？如果今天是我们败了，还会这么说吗？你根本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你们私家之所以有今日之果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私家算是彻底完了。这一次多亏了聂风少主，不然就再也没有聂家了。是啊是啊，聂风少主太厉害了。寇家下次再来袭，恐怕就是超凡强者前来了。你可有信心一战？超凡强者何其可怕！聂风刚才的表现虽然惊人，但单论实力，也只有一招与超凡强者相当，其余的表现都逊于超凡强者。若他败了，聂家必亡。无惧一战。现在也只能相信他。
你听说了吗？前些天私家从清玄城寇家请了20个脱胎境强者去了聂家，结果一个都没能走出来。你是说清玄城那个超凡世家？不能吧，两者实力差的也太大了。不光连寇家那些人没走出来，就连私家现在也在清河湾除名了。我可听说那清玄城寇家有一位超凡强者。哎呀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他还不得来寻仇啊？肯定会寻仇啊，就是不知道这聂家能不能挺过自己了。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，现在清河湾大大小小的势力都不敢跟聂家走得太近，生怕日后受到牵连。有聂风在，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寇家那边也该知道消息了，在那个超凡强者来之前，我必须抓紧时间修炼，加速提升修为。从清玄城到清河湾，顺流而下的话，只需1天便可抵达；再从清河湾逆流而上回到清玄城，用1天半时间即可赶到。就算他们事后在私家停留个半日，那最多3天人也该回来了。而且若有事耽搁，当派人传回消息才是。这都5天多了，我派去的人怎么还不回来？浩阳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！经过清河湾的武者们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全军覆没了。什么？全军覆没？那可是足足20名脱胎境武者，寇家脱胎境的所有精锐。司阳府不是说聂家只有2位脱胎境武者吗？我寇家出动20位脱胎境强者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？听说当日司阳府和私家另一位脱胎境强者司星云，还有私家100精锐，再加上我寇家的20脱胎境强者，一同进入聂家府邸。结果私家竟有9人逃出聂府，但后来也被追杀致死，而其他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。现在私家已在清河湾除名，谁也不知道那天聂家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对了，我还打听到，当日逃出聂府的那9个私家族人，皆是被聂家家主之子聂风所杀。据那些目击者的描述，我感觉这聂风所使用的招数有点像是超凡武功。就是寇宏宇和寇玉在聂家等的那个聂风。就是他，此人诡异的很。听说他从小受火毒之苦，根本无法修炼。然而几个月前，他身上的火毒突然化解，修炼速度也突飞猛进。藏以开脉境的修为，打败了寇玉换血境的护卫，现在更一跃突破了脱胎境后期，这也太不正常。我觉得聂风定然是关键人物，我寇家强者很有可能就是折在他手上。一个脱胎境后期能击败我寇家20位脱胎境强者，就目前看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远远高于自身的修为境界。您想，单单以开脉境就能败换血境，现在修为又达到脱胎境后期，其真正的实力很可能已经是真武道之下无敌的地步。更关键的是他的修炼速度，能在短短数月内修炼成脱胎境武者，护天之下，哪怕大宗门的天才弟子都很难做到。我猜他定然经历了什么大奇遇。我得再去一次清河帮，尽快将老祖请回来。寇家遭此大难，聂家必须付出代价。哼！九域大陆共有9域，除了有着连接8域的炎荒域之外，其他8域被8大宗门所占据，秉承着一宗辖一域的原则，各自为政。其中，昊天圣宗的领地昊天域又分为13府，清河湾、清玄城、青苏城等地都隶属于昊天域东部的青州府，而清河帮是青州府境内的大帮派，与昊天圣宗有着密切关系，势力范围包括以青苏城为中心的数城之地。供奉大人好！供奉大人辛苦了！供奉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这次供奉大人大老远跑去清河城收购，
结果好货全被星海商会抢了先，他只收了一些次等货回来，所以心情差得很。寇公公，何事？寇家有人前来找您，已经在您府上等了10天了。知道了。哼，您老现在倒是悠闲，等会儿听了寇家的消息，还不暴跳如雷？你说什么？老祖息怒，息怒啊！一个小小的反武家族，竟然对我寇家如此放肆！清河湾聂家，我要灭了你们！不知老祖打算何时动身？还等何时？当然是现在！哼！能够在天空中飞行是超凡强者。难道他就是寇家那位超凡老祖寇定侯？天哪，超凡强者都来了，这下聂家大祸临头了。聂家在哪儿？这半个月时间里，我每日吸收元灵石修炼，修为已至脱胎境巅峰，完成了肉身脱胎。只要再完成幻功，便可由凡武道踏入真武道，成为超凡强者。没想到此子竟如此年轻，小小年纪就已经达到脱胎境巅峰的修为。这种修炼天赋和速度，只有那些大宗门的天之骄子才有可能做到。小小的清河湾居然出现这样难得一遇的天才，这不太正常。他身上定然有大秘密，若是将他的秘密挖出，那必是天大帮助。你就是聂风，寇定侯就厚了。你等我，你我两家的仇怨总要有个了结。谁给你的勇气，胆敢如此跟老夫说话？说，你师承何人？谁是你背后的靠山？我若说是紫阳宗主的亲传弟子，你信吗？曾经，我的确被紫阳宗主收为亲传弟子，还得到了他的一切绝学。只可惜，此人不安好心，就要夺取我的修炼成果。还好那时我有神火珠相助，修炼速度极快，拥有了比他更强的实力，才能顺利逃出紫阳宗。这里可是昊天域，紫阳宗主怎么会把手伸到这里来？以你的成长速度，若说是昊天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倒有几分可信。至于紫阳宗主的亲传弟子嘛，纯粹胡扯。看来你是自己获得了大机缘，才有今日的成长。若真有后台，绝不会竭力掩藏。今日你休想离开！而你就该败于此剑诀之下。上一次我成为昊天圣宗弟子后，
曾多次与寇典侯对决，可总是因为清河帮的庇护屡屡失败。直到后来加入紫阳圣宗，自创了真阳剑诀，才成功复仇。当时寇典侯便是败于真阳剑诀之下，而这一次亦是。自创的武功，小子，你集不齐5门顶尖绝学，也不用弄个自创的来凑数吧？就凭你一个凡武者，也敢妄言能自创出斩杀超凡强者的武功，可笑至极。那你就来试试，看我自创的武功能不能杀死你！这小子言语中充满挑衅，他到底在盘算什么？莫不是有什么厉害的后手？再怎么说，超凡强者也拥有飞行能力。若他凭借此能力从高空逃走，事情就难办了。必须将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我身上，才好一击必中，防止他从空中逃遁。罢了，一个黄口小儿能有什么厉害的后手？既然他这么想早死，老夫就成全他。那老夫就来瞧瞧，你究竟获得了何等机缘，学到了什么盖世武功，竟能让你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？借老夫一招，五龙锁天手，火影流光。你不是自创了武功吗？逃什么逃？尽管施展出来！看你往哪儿逃！受死吧！残阳落日！居然能击碎我的龙形真气！难道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超凡强者的级别？那又如何？我踏入真武道多年，距离真元境中期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。岂是新晋的超凡强者能够比肩的？狂妄！五龙绞杀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破我的护体真元！
年纪竟有如此实力，难不成打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剑？这不可能！为什么你的剑术这么厉害？根本不像一个18岁该有的造诣。如果我说我曾在梦中练剑一甲子，你信不信？怎么可能？难道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？不错，我的真阳剑诀就是在那些武功基础上所创。你究竟是？我拥有过往的修炼记忆，只要修为到了，拥有足够强壮的肉身，就能够施展出顶尖的超凡武功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输了。现在寇鼎侯一死，寇家对聂家将再无威胁。只是，如果寇家将矿脉的消息透露给清河帮，清河帮一定会以此为由发难聂家。清河帮不是一般的超凡势力，帮主傅清河更是真武道第2境塑魂境的强者。他和青州府府主向来交好，又与昊天宗有着极深的关系，对立在所难免。更何况，在上一世，傅清河和昊耶龙勾结，攻打星海商会，灭了骆冰一家。为今之计，必须找到同样强大的势力做靠山，才能有效地牵制住清河帮。没想到超凡强者的实力竟然如此厉害。切，再厉害还不是被聂风少主打得落花流水。聂风少主好厉害，简直惊为天人。我需要一匹最快的马，出一趟远门。去哪儿？青州府。青州府可是极其遥远之地，聂风去那里做什么？罢了，他应当有自己的考量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去。寇定侯身后有远超寇家100倍实力的清河帮，我必须去一趟青州府，才有机会彻底解决聂家危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备马。寇家和聂家势力悬殊过大，倘若今日寇家灭了聂家，我去清泉城找寇家清算，倒也无可厚非。但以目前情势，若我贸然前去，一方面清泉城的城主不会坐视不管，另一方面清河帮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既然能因2家斗争而灭了寇家，那么清河帮自然也能以同样的理由灭了聂家。然而若我现在收手，并按照武者间的规矩办事，只要有我的威慑力在，清河帮就暂时不敢对聂家乱来。要去青州府，第一站就是清泉城。驾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望江阁里怎么这么热闹？他们是城内各大超凡世家的天才子弟，也是昊天宗的外门弟子。每逢年关，他们就会返回各自家族，停留1个月左右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就会来望江阁包场。包场做什么？喝茶、喝酒、聚会呢，顺便交个手，切磋一下，拿个头盔出风头什么的。陈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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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
今年的头盔获得者，陈公子，张奇峰。陈公子。听说那个程奇峰今年才28岁，2年前便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已经连续3年夺魁了。而且据说他还有望在30岁出师之前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呢。30岁出师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昊天宗的规矩是，外门弟子若是30岁未能踏入真武道，便可出师离宗；反之，则可转为内门弟子，继续在宗内修炼至60岁，直到突破速魂境。60岁的速魂境，若能修成，那得是什么样的天才人物啊？能入昊天宗内门者，都是有望突破速魂境的天才种子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陈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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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场的不都是能人奇才吗？他们用得着这么巴结头魁吗？你刚来还不了解，咱们清玄城的超凡世家共分为3个档次，除了隶属昊天宗的城主府外，最顶尖的有3大世家，便是顾家、孟家和程家。其次是12豪门和普通的超凡世家。分得这么细啊？普通的超凡世家，家族中只有1位超凡强者，势力很不稳定；而12豪门中也就1、2个超凡强者，也容易跌落至凡武家族。至于3大顶尖世家嘛，拥有数位超凡强者，这么多。真武道第1境的超凡强者拥有200年寿元。若家族中有数位超凡强者，只要后辈子弟不全是庸才，培养出一个新的超凡强者也不是难事。难怪他们要这么巴结陈公子。陈公子，陈公子。小罗，我现在已经突破至脱胎境。奇峰哥说，我目前的修炼速度不逊于他当年，你可要好好修炼，将来不要差我太远哦。小蝶姐，奇峰哥对你爱慕已久，若是你现在能去给他敬一杯酒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小蝶姐，快看，那不是你朝思暮想的人吗？真的是他，竟然是这个小子！他得罪了我程家，竟然还敢到清玄城来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孟小蝶，此次来清玄城，本就打算去一趟星海商会的分部孟家，没想到竟在这里就碰到了。嗨！可恶的小子，居然还敢出现！快走，危险！奇峰哥，他就是我们在海外火山岛遇见的那个小子。他不仅伤了我和奇才，还将百钧说打伤，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艳阳玉。这小子这么年轻，居然能够打败百钧术。别看这小子年轻，他的修为可不低，已经是脱胎境武者了。
这小子看上去只有17、18岁的模样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脱胎境武者。程奇峰当年踏入脱胎境的时候刚满20岁，难道此人比他都优秀？一个17、18岁的脱胎境，如果他是昊天宗弟子，我一定认识。可惜他不是，那就证明他真正的天赋极为有限，肯定经历了某种奇遇，才会突然间修为大进。是啊，昊天宗每年都会在昊天域境内选拔武道天才，但凡拥有超凡之资的武者，基本都能拜入昊天宗，成为外门弟子。如果连外门弟子都做不了，定是资质平庸。看他模样，能修到脱胎境，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而已。这种平庸之辈，哪能跟咱们齐风公子相比？齐风公子可是真正的武道天才。是啊，齐风公子在昊天宗外门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，超凡强者之下难遇敌手。就算此人有胜过程百钧大人的实力，在齐风公子面前，也不过是个废物而已。既然这小子曾与我程家结了梁子，今天被我遇上，就该好好跟他算一算账。齐风哥，此子实力不弱，切勿轻敌。知道了。今天请诸位好好瞧清楚，看我如何教训此人。伤我程家之人者，必将受到严惩。小蝶姐，先别着急，他还不一定会败呢。而且他就算败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程奇峰也不敢取他性命。齐风哥，最好把那小子打残了才好。程奇峰，那时我刚加入昊天宗，程奇峰就已经是内门弟子了。不过我们之间并无交集，直到后来我的成长速度快于他，他便开始对我心生忌恨。在我踏入真武道之后，我们曾争斗过一次，也是那一次，他被我打得彻底老。看样子，我们之间还是注定要打一架。小子，你在海外火山岛上伤我程家之人，今天你必须给我程家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你伤我2位堂弟，现在立刻向他们磕头道歉。你还伤了我百钧叔，此刻百钧叔虽然不在这里，但你可以对着我程家所在的方向跪下磕头，自赏10个耳光，此事便算了结。就凭你，也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小子，我给了机会，你却不懂得珍惜，非要逼本少亲自动手，简直愚蠢至极。本少今天定要好好教你做人，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剑道真意明行，怪不得那时他在2年内就能突破真武道，原来早就领悟到了剑道真意，这不就等于半只脚踏入了真武道吗？或许对于其他的脱胎境武者而言，你的表现的确惊人，可在我看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那个不是程家的天才程奇峰吗？他对面是谁呀？怎得如此嚣张？是啊，齐峰公子是何等人物？他可是凡武者中的佼佼者，若不是超凡强者，谁人敢轻视于他？这人竟敢在他面前叫板，不要命了吧？他以为他是超凡强者吗？狂妄！这下有好戏看喽！有什么好看的？毫无悬念，程奇峰必胜。像程奇峰这样的天才，居然被一个无名之辈羞辱，奇耻大辱哦！狂妄之徒！本少倒要看看你除了嘴皮子厉害，还能有什么实力！
接我一剑！呵！果然是昊天宗的凌空剑法。凌空三月，这凌空剑法我曾经也练过，而且剑法境界在他之上，怎知对我无用？怎么可能？哼！我早就劝过你了，千万别在我面前动剑，可惜你就是不听。程奇峰居然败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这么一招就败了？不会吧？刚才那人明明只有脱胎境巅峰的修为啊！他这也太强了吧！竟然能一招击败程奇峰。上次在火山岛的时候，他还是换血境巅峰的修为，之后夺得了3枚艳阳玉，修为突破至脱胎境也不奇怪。可他刚才显露出的明明是脱胎境巅峰的修为，我们这才分别多久啊？若以我目前的修为和天赋，要想达到脱胎境中期，起码还要花费数年之久，更何况是脱胎境巅峰，而他却仅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，便能从换血境一跃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真乃天人也。小蝶姑娘，我要去孟府一趟，不知小蝶姑娘可否带路引荐？好。奇峰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刚才那记剑尖，若是再偏离1寸，我必死无疑。先回家，赶紧派人查清此人底细。这件事，我程家跟他没完。那个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聂风，是清河湾聂家的人。清河湾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从火山岛回来，我们曾在一个小地方停留，貌似就叫清。那清河湾也有超凡世家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也没听说过。聂家只是一个普通凡物家族，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一般不是和清河湾有生意来往的超凡世家，都不会知道关于清河湾的消息。普通的凡物家族，可你明明使用过超凡武功。我会超凡武功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机缘造化。至于我的家族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脱胎境家族而已。不过，在清河湾也算得上最强了。程家若查出你不是超凡世家的子弟，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。那程家有数位超凡强者，家主更是真元剑后期的存在，实力很强。程家的势力在清泉城中的确强大，能与之抗衡的也只有顾家和孟家。不过，我知晓数10种顶尖的超凡武功，和搏命秘术，若是不计后果的拼死一战，我敢保证，宿魂境之下没有几人能逃过我的杀招。程家不足为虑。程家还不足为虑？那我们孟家岂不是也？此话虽然狂傲，但看他模样，又不似是夸夸之言。他还真敢说。对了，聂公子，你去我孟家是做什么呢？有些事情需要你孟家的超凡强者帮忙。唉，我们孟家的超凡强者可不好见哦。若没有紧要的事，家族中的超凡强者通常不会接近一个素不相识的凡俗武者。那你认识我们孟家的超凡强者吗？现在去，不就认识了吗？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孟家一共有3位超凡强者。首先是家主孟仙农，他的修为在真元境后期，整日醉心于修炼。其次是孟家后辈中的天才孟以清，修为在真元境初期，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。最后一位则是孟仙农的侄女孟兰烟，她的修为在真元境中期，是孟家如今的主事，同时也是星海商会在清玄城的负责人。兰烟姑姑，我有一个朋友要见你，我已经把他带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？一个黄花大闺女，羞不羞？清河湾聂风见过蓝颜仙子，是我有事要见仙子，所以求小蝶姑娘帮忙带路。清河湾聂家与我星海商会倒是常有生意往来，不过仅凭那点小生意，应该还不至于找到我头上来。你是有什么别的事吗？一个园林矿脉的生意，不知仙子是否感兴趣？园林矿脉？难不成你清河湾出了园林矿脉？不错，我代表清河湾聂家，特别邀请星海商会共同开采，所有收益55分成。55分成？你就不怕我星海商会直接把园林矿脉给吞了？星海商会是青州府传承数百年的老牌商会，这点信誉我相信还是有的。再说，我还要跟星海商会做另一个交易，这个交易远比一个区的园林矿脉价值更大。哦，一个小地方的凡俗武者，在我面前居然还能这般泰然自若，倒是有几分胆魄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交易？我知道星海商会的会长夫人多年来一直饱受寒毒之苦，我能救她。你一个清河湾的凡俗武者，怎么会知道青州府的事？况且我们会长夫人的病情知道的人可不多。星海商会的总部远在青州府，聂风还这么年轻，而且来自清河湾，他怎会知道会长夫人的病情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帮他解除寒毒，让他不会因此丧命黄泉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实不相瞒，清玄城寇家因为觊觎我们聂家的园林矿脉，在年关之前便带着20位脱胎境武者攻入聂府，他们被我一网打尽。而就在昨天，寇家的超凡强者寇定侯也来到聂家，想再次行凶，同样被我废去修为。我知道寇定侯是清河帮的供奉，得罪了清河帮，所以我需要一个能够和清河帮相抗衡的靠山。你们星海商会便是我选中的靠山，5成园林矿脉，外加给会长夫人驱毒，这些都是我跟你们星海商会的交易筹码。如果他昨天真的击败了一位超凡强者，那今天程奇峰败在他手上倒也不远。我一个人无法抗衡整个清河帮，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交易，星海商会不但能获得5成园林矿脉，还能治愈会长夫人的顽疾，这对于贵会的会长大人而言，应该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收获。10个园林矿脉都比不上吗？你说的倒好听，就你一个凡俗武者，凭什么能救治我们会长夫人？你可知他身上的寒毒有多难治吗？这个我自然清楚。你可以先带我去星海商会总部，让我救治会长夫人。若救治成功了，再谈后面的合作，如何？连昊天域第一神医黄景川都无法清除会长夫人身上的寒毒，他一个凡俗武者竟如此自信，难不成他的医术比黄景川还高明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但见此子模样，又不像扯谎，毕竟如此年纪就能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已非常人。不如先将他带去总部，让会长大人决断。主上，程家超凡强者程宝平来访。糟了，你刚才伤了程奇峰，程宝平定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聂风，你说你击败了寇定侯，可是我没有亲眼瞧见，无法判定真假。这程宝平和寇定侯一样，都是真元境初期的超凡强者。只要你今天能够击败程宝平，证明你所言非虚，我便带你去一趟商会总部。没问题。好，跟我来。聂风，你真的比寇定侯还强吗？等下蓝颜姑姑要是开口说不干涉你和程家的争斗，你若被程宝平所伤，他可不好阻止啊。
放心，我有把握。陈宝平，啊，今天是什么风，把你吹到我们孟家来了？孟仙子，以孟城两家多年的交情，我过来走动走动不是应该的吗？有事说事，别跟我套近乎。是这样，有一个年轻的脱胎境武者，刚才伤了我程家的人，听人说他来了你们孟家，所以我就来问问，他跟你们孟家是何关系？为何要对我们齐峰下毒手？你说的那个少年，现在就在屋外，他跟我们孟家没什么关系。你若想问，尽管去。那我若要带走他呢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孟家不插手。好，孟仙子果然念及你我两家的交情，程某在此谢过。是你伤了我程家天才后辈程奇峰？是我。听说在海外火山岛上，你曾打伤程百钧、程奇才和程奇志。现在到了清玄城，你又伤了程奇峰，小子，你为何总跟我们程家过不去？到底是谁跟谁过不去？你怕是搞反了吧？你应当好好管教他们，别一天到晚没事找事，免得将来招惹了你们惹不起的人。哼，招惹不起的人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究竟有何身份来历？看我程家惹不惹得起？我没什么强大的背景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身份，但我聂风就是你程家惹不起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招惹不起的人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究竟有何身份来历？看我程家惹不惹得起？我没什么强大的背景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身份，但我聂风就是你程家惹不起的人。小子，就算你再天才，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凡俗武者，任由程某拿捏。那你尽管一试。小子，你领悟的剑意的确精深，但是凡武道与真武道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武道真意。现在我就让你知道，不成仇凡皆为蝼蚁。天罡龙拳！来！火影流光！哪里跑？寒阳落日，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！怎么可能？蓝烟仙子，现在足够证明我所言非虚了吗？聂风，先前倒是我小瞧了你，青海商会和你做这个交易。蓝烟仙子，在下叨扰了，告辞。我们马上启程。现在就有如此实力，将来若入超凡，必成世间顶尖强者。到时候他所面临的危险也会随之变大。小蝶，你若不能与他同行，就不要靠得太近，否则
只会伤及自身，甚至牵连到整个孟家。我明白了。驾！驾！驾！孟长老，简副会长，简飞星，宿魂境强者。孟仙子怎么跑到总部来了？我有点事来找会长大人。我刚从严兄那里出来，他正在府上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有空记得来我府上喝茶。这么年轻的脱胎境巅峰武者，昊天宗内可不多见。不知他跟孟兰烟是什么关系？还记得上一世，我和若冰逃出昊天宗，昊一龙便将愤怒发泄在严家身上，指派清河帮灭了严家。本来严家所在的星海商会和清河帮实力相当，后来却因副会长简飞星的倒戈一击，致使会长严四海丧命。从此星海商会便由简飞星一人把持。简飞星此人心怀不轨，眼前的孟兰烟便是他的目标之一。还好刚才我极力压制住内心情绪，不然以他目前的修为，定能察觉出我的异常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清玄城孟兰烟，拜见会长。清河湾聂风，拜见严会长。孟仙子，此来所为何事啊？这位是来自清河湾的天才少年聂风，他说是有解救会长夫人之法，属下便特意将他带来一试。孟仙子可不要说笑，那人的寒毒，就连昊天宗的黄景川大师都治不好，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，怎么可能有解救之法？黄景川能治的病，我能治；黄景川治不了的病，我也能治。年轻人口气不小啊！你知道黄景川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曾和若冰一同在他手下学习武道和医道，若不是有他的帮助，我和若冰很难逃出昊天宗。我当然知道黄景川是谁，他是昊天宗药王峰的首座，也是昊天域境内的第一神医。但我依然要说，他治不了的寒毒我能治。既然知道黄景川大师是昊天域的第一神医，你还敢如此大话？黄大师曾说过，除非有真阳之体现世，否则我夫人的寒毒只能压制，无法根治。我就是真阳之体。你真的是真阳之体？真阳之体是阳属性体质之最，日后必将踏入真武巅峰，各大宗门对此趋之若鹜。我确实是真阳之体。黄景川大师说那人的寒毒极其严重，需真武道之境的顶尖火属性功法才能清除，可你现在还只是脱胎境巅峰。我修炼的正是火属性顶尖功法，虽然无法将寒毒彻底清除，但能很大程度上化解寒毒，让他不至于那么痛苦。好，那就有劳公子了。请带路。孟仙子，还请去课堂喝茶，稍等片刻。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
不知聂公子是从何人？我师尊名不显示，他不愿我在外面提及他。你不是昊天宗弟子，非宗门弟子竟能如此年少有为，当真世间罕见。以真阳之体进入昊天宗，必得重视。公子可考虑拜入宗门？再入昊天宗吗？自重新来过以后，我还从未考虑过再次加入昊天宗。但如果不入昊天宗，我便与师父没了师徒之缘，而且我那时未将昊天剑典学习完整，所以自创出来的真阳剑诀只有3式剑招，至今都创不出来那第4式。也许我还是要再入昊天宗一次，只有学全昊天剑典，创出真阳剑诀第4式，才不至于再被逼至绝境。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选拔，再看吧。我女儿就是黄锦川大师的弟子，以你的真阳之体，再由我女儿推荐，黄大师一定会很乐意收你入门。过去我便是被若冰带回昊天宗，带入师父门下。如今我已不再是那个家破人亡的流浪者，但事情的发展却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。也许这就是命运，是我和若冰的缘分，也是我和师父的缘分。那就有劳了。举手之劳。真阳之体世间难寻，给昊天宗引荐这样的天才，对夫人对商会都有利无弊。那人的寒毒一旦发作，周围都会变成一片冰寒，这对常人而言是致命的气息，所以只能待在这个冰室中。让我来吧。不愧是真阳之体，还是脱胎境修为，火焰的内息几乎能与真武道相比。紫阳化棘手。他竟会紫阳宗的不传之秘，难道？不管他什么来历，只要能解了夫人的寒毒，他就是我严四海天大的救命恩人。情况怎么样了？他之前一直受寒毒折磨，
精神疲倦，等他休息够了，自然会醒。严某多谢聂公子的大恩。哎，我之前说过，商会帮我挡住清河帮，与我聂家55分成园林矿脉，我在帮贵夫人解除体内寒毒。会长无需这般客气。你放心，只要内人的寒毒能根治，我绝不让清河帮伤聂家分毫。矿脉我商会一分不要。严会长的好意我明白，但是如果园林矿脉不在星海商会的名下，商会没有理由阻挡清河帮。好，那便挂在星海商会名下。商会只占1成，其余都归聂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等我夫人醒来后，我便去清河帮与傅清河一谈。贵夫人精神太过疲惫，一时半刻怕是不会醒来，至少要等1天之后才能苏醒。那我明天一早就去清河帮，你要不要随我一同前去？我和清河帮仇怨已深，去了只会徒增麻烦。也好。对了，你可知你刚才所施展的武功叫什么名字？紫阳化戟手。那你可知道这门武功的出处？紫阳宗。那你岂不是紫阳宗弟子？我师父说了，他不属于任何宗门，他只管教我武功，不管我将来去向。他甚至都不让我叫他师父，还说是因为喜欢真阳之体才会教我武功。竟有这样古怪的高人！曾经，紫阳宗主确实把紫阳宗的所有绝学都传授给了我，但是他这么做，是因为看中了我的真阳之体，而非我这个人。他对我只有利用，毫无师徒之情。在我心中，黄景川才是我唯一的师父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提醒你一句，不管你将来有没有加入昊天宗，紫阳宗的武功还是少用。倘若让紫阳宗的人知道你学了他们的宗门绝学，定会找你麻烦。我明白。放心，严某会替你保密。多谢严会长。恭喜会长，夫人终于不用再受寒毒之苦了。想要彻底摆脱寒毒之苦，还得等聂公子踏入真武道之后。不过，现在能让内人不受寒毒折磨，已是莫大喜事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前往清河帮亲自找傅清河一谈。待解决这桩麻烦时候，你们再走。好。那个少年究竟是谁？孟仙子昨天才带他来找严四海，严四海今天就去找清河帮帮主傅清河，这事不简单呐。会长，你跟傅清河谈得如何？傅清河不肯给我面子，连一个园林矿脉都要跟我争。意料之中，若是好说话，他就不是傅清河了。清河帮想怎么争？老规矩，3个真元境后辈对决，以胜负定归属。抱歉，聂公子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星海商会将无法帮助聂家保住这条园林矿脉。不过，有关聂家的安全，若清河帮敢动聂家分毫，我严四海便与他不死不休。多谢会长，只要目前聂家是安全的，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成长。待我羽翼丰满时，区一个清河帮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会长，双方在何时何地进行比试？1个月后，地点就在园林矿脉所在之处。我孟家倒是有一名真元境的后辈，但他仅是初期的修为，对于这场比试并无大用。会长，总部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我女儿严若冰，还有简副会长的儿子简天豪，他们是本商会超凡后辈中最优秀的2位，都是真元境中期的修为。除他们之外，并没有其他出色人选。严会长，这一战算我一个。
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拥有强过真元境初期的实力，不过你之前击败的寇定侯和程宝平都是真元境初期的修为，他们在普通武者中是天赋出众，但在超凡强者中，他们却是资质最普通的存在。而清河帮派出的人选，必定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，他们的天赋远胜于寇定侯和程宝平2个外门弟子。你的实力的确很强，但恐怕对战局产生不了任何影响。想要参加比试，至少要真元境中期的实力，甚至更高才行。若是动用一些拼命的秘术，我足以击败真元境中期，甚至真元境后期。可是，拼命的打法并不适用于正常比试。若论正常的实力，现在的我想要击败真元境中期，还有些困难的。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？这1个月内，我必入真武道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只要你能在1个月之内踏入真武道，这第3个名额就是你的。那我先回清河湾闭关修炼。杨会长，后会有期。孟仙子，再劳烦你送聂公子一趟。好。孟仙子，一路小心。会长放心，我亲自坐镇清河湾一段时日，绝不让清河帮在清河湾掀起任何风浪。聂公子，可否让我在聂家住一段时间？当然，这是聂家的荣幸。请。爹，从现在起不用担心元灵矿脉是否会暴露，尽快加大力度开发矿脉。我需要更多的元灵石进行修炼。好，我这就命人加快开采速度。一颗一颗的吸收元灵石，虽然效率高，还可以确保不浪费，但一天下来最多只能吸收10块元灵石。现在有了这个用36块元灵石布置而成的小天罡聚元阵，我1天之内能够吸收的元灵石数量就会增多数倍，修炼速度也会提升很多。为了尽快突破真元境，只能奢侈一把了。聂风，血浆、血河，血浆收到，血河收到。有个任务，击杀一名实力堪比真元境中期的脱胎境巅峰武者。他目前旁边有一名真元境中期的高手守护，报酬是1人100元灵石，你们有没有兴趣？血浆接了，血河接了。好，任务目标是清河湾聂家少主聂风，守护他的超凡是清玄城孟家的孟兰烟，自己决定谁阻拦孟兰烟，谁去杀聂风。事成之后，报酬会送到指定地点。收到。记住，聂风虽是脱胎境巅峰的修为，但拥有击杀真元境初期的能力，别找错人。这位小客，请问聂家怎么走啊？一直往前走，看到一家客栈后右拐，然后再左拐就到了。今晚3更醒事。
有2道强大的气息正在逼近，越来越近了。人呢？磨练横江。竟然是真元境中期，2个真元境中期。蓝颜仙子，帮我挡住1人！哪来的小小之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害我星海社会贵客！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风蓝烟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找死！这样的速度逃多远？小子，无论你怎么挣扎，都注定命丧于此。怎么停下了？这才逃了多远？你就跑不动了吗？此处隐秘，而且罕见人烟，正好可以让我放心施展手段。我停下来，自然是要与你一战。就凭你一个挨了一锤就受伤的人，也敢妄言杀我？你既然来杀我，就应该知道我的情况。寇定侯的实力在真元境初期都算不上第1档，而我可是真元境中期里1等1的顶尖强者，你居然拿他跟我比？看来你对寇定侯很了解，你也是青州府的超凡，是清河帮请你来杀我的。休想套话！我们杀人之价报酬，从不过问顾客身份。现在你该上路了。火影流光！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杀我，怎么又逃起来了？若不动用秘术施展杀招，恐怕难以抗衡。哼，小子，你只会赌吗？是没招了吗？寒阳落日！真元境中期的顶尖强者，果然非同一般。
就算全力一击，仍然讨不到半点便宜。还未踏入真武道就能有如此实力，你当真让我感到意外。可惜你今天的对手是我，就注定一死。还未踏入真武道就能有如此实力，你当真让我感到意外。可惜你今天的对手是我，就注定一死。是吗？那就再接我一招。术，群阳焚体。这个秘术是独属于真阳之体的秘术，瞬间爆发出的真阳之火，连真阳之体都能焚烧。动用此术，无非结果有二：要么敌死，要么我亡。事到如今，唯有一拼。再接我一招，寒阳露日。这是什么武功？逃得掉吗？可不！这是他的气息消失了，难道？清晰，必须抓紧时间恢复。你做的。为了对付他，我花了不小的代价，至少苦练数日才能补回来。突破真武道的时间，恐怕也要推迟几天了。还未踏入真武道，就能有这般实力和手段，此子当真恐怖。不认识。超凡武者虽然相对于普通武者来说比例较少，不过数量仍旧庞大。仅仅一个青州府的超凡武者就有上千人，不是打过交道的自然不认识。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血花楼的杀手，这是血花楼的通讯之物。原来是血花楼。血花楼是超凡强者中的黑暗组织，想请他们出手，代价可不低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是谁想续你性命？如果是清河帮，我觉得他们没这个必要。清河帮里有不少真元境的超凡强者，连真元境后期都有几个，何必加手于人？血花楼任务失败，怕是会找顾客加钱。这么一来一去要耗费不少时间，我想他们暂时不会有第二次厮杀行动了。若要另行加钱，那人也未必负担得起。那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人的容貌我已记下，等会我便画下来送至会长手中，让会长动用星海商会的力量查一查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幕后黑手究竟是谁。无非就3种结果，要么清河帮，要么程家，要么寇家。你说的对，清河帮实力强大，又拥有多名超凡强者，未必舍得聘请血花楼的杀手杀我。至于程家和寇家，寇家对我仇恨虽大，但也只是普通的超凡家族，根本请不动血花楼。而程家是清玄城3大世家之一，拿这点报酬倒是不难。你和程家也没多深的仇怨，就因为这点矛盾就请血花楼的杀手，不太可能吧？没什么不可能，让商会重点往程家和寇家这2个方向查，是不是他们一探便知。好。
大哥说了，要确保你万无一失。我看你这庭院挺宽敞的，不如我就和你同住一个院中吧。若再有宵小前来，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啊！修炼至此，我体内的能量已经积累到极致，要开始重铸骨骼了。武者资质常常用根骨来形容，骨骼是身体的根基，就像是房屋的主结构。房屋最终能够盖多高，取决于主结构是否稳固。武道修炼也一样，如果想要将来走得更远，就必须扎实根基。而踏入真武道的第一条件，就是铸造坚固强劲的根骨。当新的骨骼铸成，人的修为就如同打破了重重枷锁，开始与天地建立联系。聂风突破真元境了。既然如此，庆祝宴就设在比试之日，待比试结束，正好可以请星海商会的贵客一同入宴庆祝。那也得比试赢了才行，若输了就没必要设宴。我对自己有信心。不过总共3个名额，我只占最后1个名额而已。最终的胜负取决于前2场的走势。如果星海商会连败2场，那我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爹，我刚踏入真武道，需要更多的元灵石辅助修炼。我明白，我这就命人加快开采进度。到了真元境，修为的提升速度会逐渐减慢，想要再上一层楼的难度也随之增加，必须竭尽所能的运用一切资源。我终于又见到你了，如冰。我曾无数次幻想我们再见面的场景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，却只能克制喜悦。如今我们提早相遇，相信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绝不允许再有遗憾。清河湾聂家，恭迎星海商会会长大驾光临。聂家主，严某有礼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儿子可是严某人的大恩人，你绝对当得起。严某这一礼，整个聂家都当得起。见过严会长。聂公子，恭喜你突破超凡之境。聂公子，我是严会长的女儿严若冰，很感谢你救了我的母亲。这是我与星海商会的交易，大家各取所需而已，你不必言谢。为何他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而且，他眼中似乎有些特别的东西，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在下简天豪，久仰聂公子大名。严会长，时间尚早，不如先入内小憩。好，岂有此理！竟然如此轻视于我！居然请动了这么一位帮手，居然有浩飞尘，他可是昊天宗主族浩家的天才弟子，还不到30岁，便已经是真元境后期的修为。依照这种修行天赋，一甲子之内，他必能修炼至真元境巅峰，甚至有可能突破塑魂境。
目前看在场的年轻超凡中，除了若冰勉强尚能与这浩飞尘一战外，恐怕……聂风的实力虽然惊艳，但还是和浩飞尘无法相比。对方有浩飞尘在，胜负一定不能拖到第3战。前2战你们一定要赢。聂公子，这浩飞尘是昊天宗的天之骄子，真元境后期的修为，在同境界近乎无敌。你才刚突破真元境，与之对战胜算不多，但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超过他。严会长，你们这边只出2个人吗？只需2战，胜你清河帮足矣。严会长的信心着实令在下佩服。我倒是想瞧瞧你们星海商会的天才后辈有什么出众之处。天龙，孩儿在。你来第1战，别剁了我清河帮的威风。爹爹放心，我一定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。你们2个谁来与我一战？男对男，女对女，这一战我来。古天龙，在我剑天豪面前，你休要猖狂！剑天豪，我早就想跟你一分高下。一会儿我就让你认清事实，你剑天豪不如我傅天龙。荒谬！糟糕，无法进攻。该结束了。剑天豪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天真，颜若冰这女子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陈哥，说不定今天都用不着你出马呢。这一战不管你胜负如何，我都赢定了。你别有压力，输赢都无所谓。往日因为美貌，他总是压我一头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赢他。颜若冰，我看你这副模样，还是别打了，直接认输吧。这座园林矿脉本就是聂家先发现的。一个小海湾的小家族，你管他做甚？他们有资格享用这园林矿脉的宝物吗？当然有。你这么说，是想显得自己很有爱心吗？可惜，我清河帮偏要将这矿脉夺走，你又能怎样？那就试试。看剑！是昊天宗的武学灵蛇剑法。灵蛇剑法是一门极为厉害的超凡武功，招式阴柔，适合女子修炼。不过此剑法的修炼难度很大，陆先生能够修炼至一定造诣，可见他天资不凡。可惜他的对手是若冰。若冰是天生的太阴之体，修炼任何一门寒属性功夫，威力都会比正常人强上数倍。更何况，他已将师尊传授他的玄水天地改良成了玄冰真体。
血衣凝冰掌，嘿！什么？此前，颜若冰一直在幽王府，跟随黄景川学习医道，从未展现过实力。今日一出手，实力就如此强劲。叶子涵，你藏得好深呐！可惜，我们只赢了一场。若冰的太阴真元不亚于我的真阳真元，真要打起来，就连真元境后期的浩飞尘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别难过，有我在，胜利依旧属于清河帮。陈哥，接下来靠你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付一个真元境初期的垃圾，我用一根手指也能赢。飞尘公子，这个聂风在还未踏入真武道的时候，便出手斩杀了真元境初期的高手。现在他已经踏入真武道，实力应当不弱，莫要轻敌啊！哦，原来是个天才人物。我在昊天宗这么久，怎么从未听过这号人物？因为他并非宗门弟子。非宗门弟子也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踏入超凡，当真不错。本以为这个对手会很无趣，现在看来倒是有点意思。打败一个弱者毫无意义，击败一个天才才有成就感。上一世，浩一龙因为觊觎若冰，对我们师徒三人极尽打压，最终若冰被永久冰封，师尊也被打成重伤，终生囚禁。而我，若蓝雨烟出手相助，恐怕早已被他们追杀致死。那些追杀我的人中，便有他浩飞尘。小子，你不准备说点什么吗？我不喜欢跟弱者说太多废话。你说什么？废话少说，开始吧！真是没见过世面的金丝猪啊！既无知又狂妄。飞尘哥在昊天宗可是1等1的天才，他一个新晋的超凡，竟敢说飞尘哥是弱者，简直可笑。毕竟是来自小地方的土包子嘛，自以为是也很正常。过一会儿，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聂风此子的确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只是意外获得了些机缘，才侥幸杀死那名超凡强者罢了。年纪轻轻，心态就如此狂傲。若遇到真正的天才，他定会备受打击。臭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弱者！昊天接点，紫电飞鸿！再接我一剑，力满乾坤！昊天剑点，我也就想以他的剑招来攻击我，注定毫无胜算。大日黄王！你接我一剑，飞扬落日！胜负已分，孰强孰弱，一目了然。我以为我已足够高看他了，没想到我还是轻视了他。世间怎会有如此妖孽之人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我竟然败了！我堂堂一个天之骄子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子？怎么会？
我没有败，再来！聂风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伤我！既然输不起，就该好好躲在昊天宗内做你的虚名天骄，何必出来丢人现眼？放肆！聂风，你可知飞尘公子是何等身份背景，竟敢出言讥讽于他？算个什么东西？还不快给飞尘公子道歉，求飞尘公子原谅！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傅清河，你是想不认账吗？输了，是远灵矿脉可以归你们星海商会，但飞尘公子是何等尊贵，从他伤了飞尘公子，就是大逆不道，就该跪下向飞尘公子道歉。傅清河，你堂堂素魂境尊者，好歹也是一方霸主，用得着如此讨好昊飞尘吗？简直是阿谀奉承！找死！严四海，你当真要护着聂风？傅清河，你若胆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严四海就跟你拼命！严四海，为了一个小小的聂风，你竟要与飞尘公子为敌，值得吗？严会长，本公子一句话，便能让你星海商会在昊天域寸步难行。妄自尊大，以你的影响力，顶多让商会有所损失。至于聂风，他对我有恩，我绝不可能放弃他。飞尘公子，胜负乃武斗常事，不用你提醒。他一个无名之辈，伤了本少就是他的罪过。严会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护他几时。聂风，昊家作为昊天宗的主家，向来嚣张跋扈。昊飞尘是昊家主脉子弟，其祖父昊剑是昊天宗主峰的长老。若昊飞尘说动昊剑来对付你，恐怕连我都保不住你啊！我明白。待解了会长夫人的寒毒，我便随若冰姑娘一同前往昊天宗药王峰。那我们何时启程啊？解毒不急于一时，今日家父已经备好宴席，严会长可否赏脸先吃了再走？今日比试获胜，确实值得庆祝。那就先去聂府喝上几杯。严会长，明日午时，我便为会长夫人彻底根除寒毒。好，那聂公子今晚好好休息。严会长，关于血花楼杀手的事可有结果？程家和寇家都查过了，没有查出任何证据，暂时还不确定究竟是哪家所为。那不如换个方法，从血花楼内部查起。他们内部的人肯定知道对方是从何处联系他们。等确定了地点，找出幕后之人就容易多了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这血花楼十分隐秘，实力莫测，要如何从内部查？我马上给你一个地址，那里便是血花楼在青州府的总部。相信以严会长的实力，可以直接拿下血花楼在青州府的负责人，到时候找他问就是了。你怎么知道血花楼在青州府的据点在哪里？教我武功的人曾跟我提起过青州府各大势力分布的地点，其中就有血花楼。这里
就是雪花楼的据点。救治完会长夫人后，严会长再慢慢查，等查出了结果，就劳烦星海商会了。好，无论是寇家还是程家，以星海商会目前的实力，都可随手打压。此事稳操胜券。这琴声是若冰，若冰，好琴声。一个至阳，天生都带着寒毒和火毒，我就曾经饱受火毒之苦。可我没有发作过寒毒啊。那是因为你母亲体质阴寒，并且修炼的功法很特殊，这才吸走了你大部分的寒气，所以你的寒毒反而发作在她身上。我母亲的寒毒竟是因我发作的，可为何连师父都不知道此事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？我曾翻看过关于真阳之体和太阴之体的古籍，据古籍记载，真阳之体和太阴之体同时出现，一旦相遇，便产生奇妙的反应。什么反应？这个可以以后再说。现在不妨先说说你体内的寒毒。若想要彻底化解体内的毒素，需要修炼足够高级的功法。你现在修炼的功法无法完全炼化太阴之气，若受到重创，体内的太阴之气便会爆发。那会有怎样的后果？届时你将被彻底冰封。聂公子慢走。
这人明明看着这么年轻，见闻却如此广阔。这就好了。从今往后，会长夫人体内再无寒毒。聂风如此年轻，便通晓烈阳宗绝学，见闻学识之广，胜过诸多老辈超凡，是个不简单的人物。他的确不简单，不仅天赋超绝，学识渊博，而且有胆识，有气魄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就是不知道昊天宗能不能容下这条真龙。昊天圣宗乃八宗之首，天元宗的开宗圣主就曾为昊天圣宗弟子，应该容得下。如此英杰，当为冰儿良配。飞霜，我们冰儿才多大年纪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她还年轻，现在应以钻研武道为重。你个糙老头子懂什么？我这叫早做打算。是，娘子怎么说都对。昊天宗又称昊天圣宗，是九域大陆上第一个圣级宗门，立宗已有2000余年。据说，开宗祖师是九域大陆第一位武圣强者昊天。昊天又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圣主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昊天圣宗曾是当时九域大陆上最强的宗门。如今，昊天宗虽然不如那时强盛，但仍旧是世人公认的8大宗之首。昊天宗共有5峰，除了昊家主脉的昊天峰外，还有药王峰、神火峰、齐云峰和荡天峰，分别由皇室、诸葛氏、邢氏和魏氏4名外姓亲传弟子坐镇，设立了昊天圣宗4大堂：丹堂、气堂、行堂和战堂。在宗内，4位峰主的地位仅次于宗主。我们走走停停，大概再经过几个峡谷，就能顺利抵达荡天峰。哼，聂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伤了本少，竟然还敢来昊天宗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昊飞尘，在工兵比试中受伤，是你自己技不如人，怪不得别人。现在，聂风已是我师父新收的弟子，你别太过分。是你在通风报信。肉兵，聂风伤了飞尘公子，本来就是他的不对，你何必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跟飞尘公子作对呢？剑天豪，真有你的！天豪师弟，你做得对，你是我们昊天宗的弟子，自然要与飞尘公子共进退。一个身份低贱之人伤了飞尘公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那都是天大的罪过，就该受罚。我说了，聂风是我师父新收的弟子，不是什么低贱之人，他的天赋远胜于你们，将来的成就也会在你们之上。我奉劝你们一句，最好不要自找麻烦。
一个偏远地方的乡巴佬，不过因为一些机缘奇遇，才有今日成就，也配和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天之骄子相提并论。不必跟他废话，就算他被药王峰首座收为弟子，同门之间也能切磋交流。你今日休想离开。浩一虎的天赋虽然没有浩一龙高，但也是塑魂境之下难逢敌手，必须谨慎应对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欺负我药王峰弟子中无人吗？大师兄，大师兄是宗内仅有的4位塑魂境后辈之一，有他在，就算浩飞尘几人联手都不堪一击。哼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以后时间还长得很，下次我们再一决胜负。好，我等着。我们走。大师兄，你来的真及时。这里距离药王峰如此之近，什么事都逃不过师父的感知，是他让我来接你们的。你就是聂风。跟我来吧，师父在药王峰上等你。最高的那座小山峰叫小药峰，是师父的私人领地，通常外人不得擅自踏入。师父，聂风，快跟上，师父还等着见你呢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晚辈聂风，拜见黄景川大师。听说你已经将冰丫头的母亲解除了太阴寒毒。是。太阴出世，真阳必现。这些年我行走天下，四处寻找真阳之体，却不成想这真阳之体就在青州境内。你的情况，严会长都在信中跟我说了。那传授你烈阳真火诀和紫阳化机手的高人，可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？他只传我武功，从未提及身份，也严令不许师徒相称，更不可冒充是紫阳宗弟子。后来，他见我学有所成，便与我斩断联系，不知所踪，再没有出现过。昊天宗和紫阳宗并无仇怨，紫阳宗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往昊天宗安插奸细。就算对方真有此心，也不会傻到将一个真阳之体送来。毕竟他可是难得一遇的良才。传你武功的人，也许已经脱离了紫阳宗，所以才会如此行事。不过，既然他没有收你为徒，也没有引你入紫阳宗，你可愿意进入昊天宗，做我黄景川的弟子？弟子聂风拜见师父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！聂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师弟了，你该叫我一声师姐。师姐。古籍上曾言：真阳出世，太阴无踪；太阴出世，真阳必现。聂风，真阳之体是太阴之体的守护者。你们能够同生一世，相逢相知，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太阴之体命运多坎坷，今后你要好好守护你的师姐。师父放心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绝对没有任何人能伤害师姐。师父只是随口一说，这小子怎能像发誓一般认真？若冰，这一次我定会护你一世周全，绝不再让遗憾重现。好了，冰丫头，你带聂风在药王峰里走走，先熟悉熟悉环境。聂风，明天我便传你玄火真典和药王丹经。是。冰丫头的太阴之体不宜修炼丹道，
但聂风的真阳之体倒是非常适合。我的炼丹术终于后继有人了。景川师兄，浩剑师弟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药王峰来了？景川师兄，一个叫聂风的少年打伤了我孙儿浩飞尘，听说他来你药王峰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得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我浩家子孙不容冒犯。我已收聂风为我亲传弟子，他有什么过错，一切由本座承担。浩剑师弟，要不我上主峰去给浩飞尘赔个礼？景川师兄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是聂风的错，哪能让你去赔礼？飞尘可承受不起。他们之间的争斗，本座清楚。明明是公平比试，浩飞尘自己技不如人，却要责怪聂风打伤了他。浩剑师弟，你不觉得此事很荒谬吗？浩飞尘年纪小，还不懂事，尚可理解。但你作为长辈，既不督促他知耻后勇，反而怪罪聂风，未免惹人笑话。浩飞尘乃本宗主脉天骄，他聂风区区一个乡下蛮夫，怎能相提并论？他伤我孙儿就是大逆不道，就应该严惩。他现在是我的徒弟，公平比试本就刀剑无眼，他还伤不得浩飞尘了？现在是现在，以前是以前。他伤我孙儿的时候，还只是个乡下莽夫，敢伤我孙儿就是他的罪过。此事就算说到宗主那里，也是改变不了道理。你还想去宗主那儿说理？好啊，那大家就一起去找宗主讨个说法。总之，本座的徒弟，本座护定了。有本事就让浩飞尘在下一次比试中赢回来，否则，任何人想动聂风，就得先问我手中的3尺清风。好，好，好，黄景川，你如此护短，像是不将我浩家放在眼里了啊！有没有将浩家放在眼里，你说的可不算。你倒是去问问宗主，怎样才算将浩家放在眼里？好，今年正好有5峰大比，所有的真元境弟子都要参加。到时候你可千万别把聂风藏起来，他若在比试中受了伤，你可怨不得别人。哼！这5峰大比每隔12年举办一次，每次比试5峰之内，所有真元境的弟子都会参加。以浩飞尘的实力，对上聂风倒没什么，但和他关系要好的那几个后辈都是真元境巅峰的实力，他们任何一人对上聂风，必会多加针对。唉。眼下还有半年多的时间，只能全力教导聂风，希望他的实力能在半年内更上一层楼吧。这里就是师傅给你安排的住处了，我就住在你隔壁的院子，有事叫我。知道了，师姐。那你先休息一下吧。好。熟悉的房间，熟悉的陈设。药王峰，我又回来了。虽然进入昊天宗还算顺利，但是有一个人不得不防，那就是昊一龙。昊一龙是昊天宗立宗以来第一天才，年仅16岁便踏入真武道。他在真元境巅峰时进入秘境修炼，出关时已是素魂境巅峰的修为，距离武道王者只有1步之遥。昊一龙一出关，便是我和若冰的灾难开始。这一次，必须在他出关之前，拥有和整个昊天宗一抗的资本。我必须修炼完整的昊天剑典，才能增加胜算。只有在5峰大比中获得第1，才有资格进入昊天剑塔闯关。上一世我抵达的层数不够，所以修炼到的昊天剑典并不完整。今年正好有一届5峰大比，还有半年时间，我必须加速修炼才行。你现在是昊天宗弟子，
若被人发现你修习紫阳宗的绝学，势必会引起一些麻烦。这玄火真典虽然弱了一筹，但只要你练成里面的诸多武学，足以隐藏一二。好，我听师傅的。有了阵法加持，效果不错。师姐，我刚才要是慢1分，可就小命不保了。师弟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一切都逃不过师姐法眼。师姐，你对自己的未来可有打算？没有特别想过，不过我既然拜入昊天宗，必然希望在修行上有所成就。那个人感情方面呢？暂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毕竟之前一直惦念母亲的旧疾，没时间想这些。但是，我还是很希望能遇到像父亲这样专情的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若冰，你放心，这一世我定会保护好你。你呢？你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成为武王，保护我在乎的所有人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能突破至武王境界。而且，我敢断言，时间不会太久。不如这样，在武风大比开始前，我会抽时间来找你切磋，提高咱们的实战经验。好啊。师弟，当心了！师姐，你再不动真格，我就赢了。夸口看招！好吧，我输了。师弟，明天就要大比了，上了擂台，你可不能再这样放水了。放心吧，我只对师姐你一个人留手，面对其他人，我绝不手软。师弟，
你突破了。我现在已经是真元境中期了。你这资质，都快比第一天才还妖孽了。第一天才，不会放过他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都回去准备下吧，也好应付明天的战斗。不知为何，每次跟师弟接触，都有种认识了很久的感觉，难道是错觉吗？风大米，我来了！